我猛地从沙发上惊醒，电视正播报台风海王即将登陆。我颤抖着拿起手机确认了日期，2023年6月5日，我真的重生了。前世记忆涌来，那场永不停歇的暴雨和溺亡的冰冷，这次我必须活下去。时间紧迫，暴雨今夜开始，我立刻出门，开车前往采购。车开到一半，我突然想到关键问题，赶紧把车停在路边。物资可以买，但放哪里？我6楼的房子前世只坚持了20天，我需要一个足够高的地方。洲际酒店65层，停工后谁还收房费？汽车重新发动，目的地洲际酒店，我必须尽快搞定住处。您好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？你好，我们公司需要长期合作的酒店，该找谁谈？很快，我被大堂经理唐女士带到了会客室，我直接翻看价格。唐经理，这个商务豪华套房比较符合我们要求，能否试住几晚？最终，我以优惠价入住了66层的行政套房。避难所搞定了，接下来是采购物资。我驾车冲向即将关门的食品批发市场。老板，要点什么？市场马上关门了，要得多就得明天来。饼干、面包、矿泉水各1000，各种罐头各500，今天必须备齐。老板娘将信将疑，我直接扫码付了5000定金，她立刻变得干劲十足。我突然想到，万一灾难持续1-2年呢？这点物资远远不够。老板娘，刚才所有东西每样再加2000份，又付了20500元。老板娘热情地递上冰奶茶，并保证2小时内送货到酒店。物资搞定，卡里还剩7000，我决定去吃顿好的，怀念一下正常的世界。傍晚，我回到洲际酒店，送货师傅也到了。林先生，您这样不太好吧？我冷笑一声，反问他觉得我为什么要这么做。他一愣，随即堆起微笑，表示会安排货梯帮忙。晚上，物资整齐，码放在客厅。我又去超市买了些日用品，看着满屋子东西，我觉得匪夷所思，但还是决定提醒一下大家。我群发了暴雨预警的微信，果然收到的回复全是调侃和不相信。我转而录制抖音视频，再次发出警告，并用仅剩的钱买了推广。洗完澡，我躺在床上静静看着窗外，等待暴雨降临。凌晨2点整，第一滴雨水终于滴落在玻璃上，紧接着大雨倾盆。我猛地坐起，不是因为下雨，而是视野里突然出现了6张奇异卡牌，卡牌翻面混合，让我选择。我点了第一张，竟然是大富豪获得1亿。我吐槽钱现在没用，又点了最后一张，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次元空间。我尝试甩出卡牌，成功激活了次元空间，并将客厅所有物资都收了进去。既然空间能永久保鲜，钱就有用了。我立刻使用了大富豪卡牌，有了1个亿，我坐不住了。凌晨2点多，我决定出门买烧烤测试空间，想到热乎的烧烤能永远保鲜，我咽了口水，打开门走入深夜的走廊。深夜，我走出电梯，胳膊突然被人抱住。我老公来接我了，张总就不必送了，谢谢款待，再见哦。我立刻明白了，他拿我当挡箭牌，于是我配合地摸了摸他的脸。张总，谢谢你送他回来，时间不早，就不请你上去了，改天再聚。电梯门合上，小姐姐立刻推开我，很生气地质问我为什么摸她的脸。我无所谓的耸肩反问她，不是她先占我便宜吗？她瞪了我一眼，没说话。她到楼层后，在电梯门快关上时，转身说了声谢谢。我微微一笑，随后我找到一条宵夜街，走进第一家烧烤店，开始疯狂下单。你点的太多了吧？吃得完吗？我谎称有几十号人等着，并立刻付了5000元。老板立刻喜上眉梢。接着我又去隔壁烤鱼店下单了200条烤鱼和炉子，同样爽快付钱。一晚上我扫荡了整条街的店铺，消费近200万，然后开始分批取货。我佯装送货，在路上偷偷将食物收进次元空间，一直忙到早上7点多。回到酒店，我取出烧烤，竟然还是烫的。空间完美保持了存入时的状态，困得不行，但路上已经开始积水，时间不多了。我用冷水洗脸，继续出门囤货。第二天，暴雨未停，我扫荡了60多家早餐店，所有热食都收进空间，累瘫在床上，我不到1分钟就睡着了。此时，我发布的预警视频彻底火了。凌晨2点，我准时醒来，眼前再次浮现6张卡牌，我快速浏览着。
大富豪最没用，钱已花不完。虚空电力最实用，4天后就断电了。我抬手点向第2张卡牌，虚空发电机有了电，明天的目标就明确了。凌晨3点半，我离开酒店，争分夺秒去囤积物资。道路积水严重，我小心驾驶，半小时后才到达农产品批发市场。市场灯火通明，商贩们正忙碌着。我淌水走向一个蔬菜商贩，老板，你这车蔬菜连车一起，我给你100万，卖不卖？商贩受不住诱惑，同意了。我立刻转账100万，接着我让商贩帮我联系市场里其他愿意连车带货一起卖的人。很快7、8个商贩围了过来，我开出高价，但要求重量必须足。短短1小时，我花出去1000万，买空了蔬菜和水果。我让他们把装满物资的卡车全部开到公司仓库的停车场。商贩离开后，我将停车场里所有货车连车带货收进了次元空间。接着我如法炮制，清空了肉类和调味品批发市场，然后我赶往食品批发市场。看到一家冷饮店，我走了进去。除了钟雪糕，你们家冷饮我全要了。再帮你熟人打电话，有多少要多少。冷饮老板非常积极，还叫来了她漂亮的表妹帮我采购零食和饮料。在表妹帮助下，我买了成吨的零食、饮料，还有隔壁酒水市场的品牌酒。下午，我意识到时间紧迫，立刻赶往电器城和电子城。我以公司名义大量采购高端家电、游戏机和电脑，专挑贵的买。想到未来可能无聊，我又囤了数百台游戏机、投影仪和存满电影的硬盘。最终，我在电子城消费了约1500万，物资正源源不断地汇入我的空间。暴雨天，我的车熄火了，我决定步行去服装批发市场囤衣服。市场快关门了，步行太慢，我灵机一动，从次元空间里腾了辆厢货出来。我开着厢货驶入服装城地下停车场。市场里大部分店铺都关门了。老板，有男装吗？我要的多，上百万的。我决定男女装都要，报出200万的采购额。老板立刻来了兴致，仓库里堆满了羽绒服、棉袄和春秋衫。我看了看，质量确实可以，这些我全要了，今天就要拉走。你能联系到车和人吗？我发动超能力，加价并付辛苦费。老板眼睛一亮，立刻去安排。很快，男装老板和其他店铺老板闻讯赶来，都想抓住我这个大客户。不要急，一个一个来。采购完衣服，我开车路过商场，看到珠宝广告，突然想到该囤点首饰。我淌水走进被淹的商场，1楼只有老凤祥珠宝店还亮着灯。欢迎光临老凤祥，有喜欢的可以试戴哦。我围着柜台走了一圈，开始像在菜市场挑白菜一样点单，这个要10个，那个也要10个，从最小圈号到最大圈号都拿1个。小姐姐算完第1轮价格，我又让她拿着空托盘陪我走了一圈，2轮下来买了近1000万的黄金。我又让她介绍钻戒，想凑个整，单价太高了，我想买单价低一些的，多买几个。营业员小姐姐用一种我懂了的表情看了我一眼，心道：原来是海王啊！花光1个亿，物资齐全。我回到酒店房间，感觉终于圆满了。刷手机看到暴雨已造成数千人遇难，我心中微微一叹。接着看到军人送药的视频，我突然意识到自己遗漏了重要物资——药品。这种天气药品一淹就完，必须立刻去囤。在酒店走廊，我匆匆经过那个正在打电话争论的漂亮女孩。我开车在淹水的街道上寻找药店，一连7家都关门了。终于找到一家亮灯的药店，但里面空无一人，管不了那么多了。我拿起袋子就开始装药，然后扫码支付了10万。看着那些关门的药店，我豁出去了，掉头回去，用斧头砸开了门锁。我的举动似乎给了路人灵感。隔壁传来玻璃碎裂声。凌晨2点，我坐在车里，眼前浮现出6张新的卡牌。我最想要摩托艇，但点兵点将后，抽到的是格斗术。忙了一夜，搬空20多家药店。清晨，我疲惫地回到酒店，洗完澡倒在床上。我觉得这次囤货应该圆满了。很快沉沉睡去。中午，我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吵醒，猫眼里却看不到人。我开门查看，发现过道里
有几个年轻人在挨个敲门骚扰住客。官方征用了高楼安置灾民，但总经理已协调，会禁止他们骚扰住客。挂了电话，我无奈地摇了摇头，想让灾民不打扰我们，有点想当然。暴雨已成全球危机，物资短缺，大范围饥荒即将发生。我意识到，身处险境，自保能力变得至关重要。于是，我果断使用了格斗术卡牌，无数知识涌入脑海，但身体跟不上技巧，一个回旋踢就扯到了蛋，痛得我龇牙咧嘴。我明白，必须锻炼身体，于是开始布置房间，准备长期训练。就在这时，房门被粗暴的敲响，门外站着3个不怀好意的男人。兄弟，你这房间大，一个人住，我们想和你合住。我心中冷笑，这根本不是为生存，而是赤裸裸的强盗行为。抱歉，我不接受，请你们离开。虎哥，跟他废什么话？不给面子就直接丢出去。话已至此，没什么可谈的了。我露出笑容，随后猛地出脚，腱子肉男人被踹飞撞墙，另外2人懵了，随即大喊着攻来。我闪身躲开，右拳狠狠击中平头男的肝脏位置，他痛苦倒地，腱子肉一拳打来，我低头躲过，右之拳砸塌了他的鼻梁。最后1人冲来，我顺手捞起玻璃杯，狠狠按在他脸上，我要打到他们害怕。我抓住他头发，用膝盖顶向嵌满玻璃渣的脸，腱子肉掏出利器偷袭，被我反手一掰，利器扎进了他自己的肚子。打斗声和红色液体星场面吓坏了其他人，闹事者瞬间逃散，其他住客也关上了门，仿佛一切从未发生。门口只剩下3个失败者。冷漠，我前世就见识过。暴雨第10天断粮，我挨家敲门求助，11户人家，没有1户愿意施舍。我能理解，但也会用同样态度对待。灾民闹事，是我动手才让他们退去，但邻居们给我的回报只有冷漠。本来还想分享物资，现在这想法已被我完全抹除。大家都一起冷漠好了。就在这时，隔壁房门打开，一个穿黑色连衣裙的女孩走了出来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谢谢。我踢了地上的男人一脚，让他们滚。他们临走时不甘的眼神让我心生警惕。我会为你作证，你是正当防卫。我告诉他，此刻的巡捕局恐怕没空管这些了。秩序的崩塌已成必然。我们互相介绍了名字，乔欣欣胆子很大，还问我是不是练过。与此同时，金丰大厦10楼，陈虎的堂哥陈华正阴沉着脸听手下汇报。看到堂弟陈虎3人的惨状，陈华的怒气彻底爆表，他怒吼着让人去找船送医。虎哥伤太重，必须立刻去医院，不然撑不过去。陈华一拳轰在电梯墙上，留下拳印，转身狂奔去找船，并扬言要算账。我回到房间清理。今天的事让我明白，天灾可怕，但人心更可怕。现在才初期，他们已开始试探法律边缘，再过几天，法律将成为历史。但我有次元空间和外挂，怕什么？不服就是干，实力才是王道。晚上，我一边吃饭一边看新闻，暴雨持续，灾情严重，全国倒下，失踪20万人，物资短缺，基础设施瘫痪，医院人满为患。网上哀嚎一片，形势越来越严峻。陈虎还是倒下了。陈华把他送到医院时已经晚了。陈华回到金丰大厦，愤怒的兄弟们围了上来。这个仇必须报。那个家伙在哪个房间？这些都是后来我才知道的。深夜，我看着手中的卡牌，刚躺下，房门传来悉悉嗦嗦的声音。我握紧利器，不动声色。门开了，陈华悄悄走进来。他看到了我舒适的房间，心生嫉妒，寒光一闪，他扑了过来。我翻滚下床，知道遇到了高手。几招过后，我们拉开距离，实力在伯仲之间。我决定用卡牌，当着陈华的面，我捏起兰花指，娘炮地一甩。他愣住了，我突然冲过去，高高跃起，双脚飞踹。陈华试图应挡，一声闷响，陈华被巨大的力量击飞，撞向阳台栏杆。他慌乱中想抓住栏杆，但为时已晚，朝楼下掉落。我赢了，但卡牌效果还有近1小时。我浑身充满力量，毫无睡意。深夜，我在跑步机上奔跑放电，
冲完澡还是不想睡。我走到阳台，发现隔壁6689的灯亮着，乔欣欣正饿得绝望。喂，还没睡啊？要不要一起喝一杯？你有酒，那有吃的吗？总不能干喝吧？我推着餐车敲响他的门，浓郁的火锅香味瞬间飘了出来，肥牛、羊肉、虾滑摆满茶几。乔欣欣彻底震惊了。我们举杯轻轻一碰，在这末世深夜，共享一顿难得的盛宴。暴雨第4天，我和乔欣欣在酒店套房吃着火锅，喝着酒。我来金陵最幸运的事就是遇到你了，谢谢你啊。我们越喝越起劲，聊着彼此的审美，直到相拥而眠。清晨，张俊杰冒雨乘快艇来到金丰大厦，准备给乔欣欣送物资。大厦2楼挤满了饥饿的灾民，气味难闻。张俊杰满脸嫌弃，敲门声吵醒了我们。我和乔欣欣慌忙起身，额头撞在了一起。我光着膀子去开门，门外是提着背包的张俊杰，他的脸都绿了。来就来嘛，还带这么多东西，我帮你拿。我一把搂过乔欣欣，感谢张俊杰送吃的，然后就开始赶他走。欣欣，你跟我走吧，我家别墅安全，囤了好多物资。你老婆怎么办？张俊杰的深情告白瞬间垮掉，我冷着脸把他推出了房间。我们来到2楼楼梯口，我把背包塞还给他，警告他别装好人。突然，几个灾民冲出来扑倒张俊杰，抢夺背包，扭打中滚下楼梯。张俊杰在水下挣扎，却被不断撞回，很快昏了过去。我冷眼旁观着残酷的一幕，天灾之下，人性与秩序正在崩塌。短暂失神后，我意识到张俊杰的快艇现在是无主之物。我找到那艘白色快艇，启动并尝试驾驶，很快就掌握了。试驾完毕，我将快艇开到隐蔽处，直接收进了次元空间。第4天上午，我回到金丰大厦，灾民看我的眼神有些异样，但似乎看不上我。我回到66层，过道挤满了恐慌的住客，酒店已停止服务，外界联系也中断了。我回房收拾后，到阳台喊来了邻居乔欣欣，她脸色不好，显然被吓到了。林夏，我有点害怕了，我刚出门听到了各种坏消息。要不你过来，我这边住吧，2个人能互相照应。乔欣欣犹豫后同意了，她对我印象不错，而且有个男人在身边更安心。于是我迎来了第1位室友。乔欣欣一来就告诉我，楼上有人组织自救，先观望，低层全是灾民，官方物资已经无法正常提供了。乔欣欣明白了形势的严峻，她最关心的是食物问题。我向她保证饿不着她，气氛有些微妙。乔欣欣刷手机时，突然发现了我之前发的重生者视频。林夏，你重生了，真的假的？还是噱头？我承认了自己是重生者。乔欣欣兴奋地问了一堆问题，我一一解答。就在这时，空调滴一声关闭了。我知道最艰难的时刻开始了。停电影响巨大，但对我不是问题。我立刻拿出虚空发电机，接上拖线板，接着我又凭空变出一台柜式空调，并安装好。乔欣欣已经震惊得说不出话。忙完后，我拿出3菜1汤作为午餐。乔欣欣已经见怪不怪，并猜到了我的秘密。你放心，我又不傻，不会告诉任何人。你这个大腿我是抱定了。我强调必须低调，等高层住客撑不住转移后，我们就能安心苟着了。然而，我们不知道的是，隔壁房间的夫妻已经闻到了我们饭菜的香味。老公，你有没有闻到一股香味，像是鸡汤的味道？暴雨第4天，我和乔欣欣在酒店房间吃完午饭，我出去探探消息。我明白他的心思，没有阻拦，递给他一个对讲机。乔欣欣出门后，过道上聚满了愁容满面的人们。他打听到有人牵头组建自救队，下午3点在88楼开会。回来后，乔欣欣告诉我楼下的情况。我本不想参与，但人心比洪水更可怕。我得知道他们在谋划什么，于是下午我们出发前往88楼，要爬21层楼梯。爬到74层时，我已满身是汗，乔欣欣状态却好得多。体力不行啊你？
该锻炼了，力道用时方恨少。我们提前到了88层会议室，这里已聚集了不少人。一个30多岁的男人在簇拥下走进来，他叫徐伟婵，他言简意赅的说明了组建自救队的规则和目的。会议结束后，会议室变成了招聘会，我们被多支队伍拉拢。这时，乔欣欣拉了拉我，示意我看对面角落，一个年轻女人把15、16岁的女孩护在怀里，满脸警惕。我听到那3个小伙子正用污言秽语逼迫他们，我的怒火蹭的上来了，刚想上前阻止，却又停住了。我能救，可救了以后呢？要一直养着他们吗？4个人，我们的物资够吗？我陷入了深深的犹豫。我从不觉得自己善良，但看到那对无助的母女被胁迫时，愤怒本能地涌了上来。滚开！女孩的反抗激怒了对方，母亲为了女儿，声音近乎哀求。怎么对我都行，但求你们放过我女儿，她才16岁。看到周围人蠢蠢欲动，我把心一横，走了过去。我想救，这就是原因。不好意思，他们已经有队伍了。乔欣欣也上前护住母女，但事情没完，人群中又走出2个男人。哥们，你一个人独占3个美女，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我明白他们的目的，女人，漂亮的女人在末世成了麻烦。那一刻，我意识到和平解决已不可能，人要狠，站得稳。在众人围观中，我突然向前一步，寒光掠过，红色液体飙向高空，场面瞬间混乱。那3个男人吓得跪地求饶，裤子都湿了。我的目光转向从人群中走出的徐伟婵和他身后的男人。真正的麻烦来了，你做的有点过了。现在你可以选择离开，但只限你一个人。我没回答，只是用跪地男人的衣服擦了擦戾气。徐伟婵皱眉，转身离开。他留下了郭靖。一场大战一触即发。乔欣欣护着母女退开，心中充满后悔。郭靖抢先出手，拳头轰向我的面门。我反应不慢，2人拳拳到肉打在一起。乔欣欣知道，这已不仅是救母女，我们的命运也全系于此战。会议室里，我和郭靖的战斗开始了。他的进攻简单有效，拳风呼啸，凭借超长的反应力，我总能料敌先机。几十回合后，我们都负伤了。我喘着气，知道仅凭自己很难取胜，于是我动用了空间能力，在郭靖的视野里，一个货车头凭空出现又消失。他愣住了，就在这一瞬间，我的利器刺进了他的胸口。郭靖倒下了。林夏，要不你来担任自救队的总队长，这对母女就当是福利，如何？我冷冷拒绝了他。就在我考虑是否要动手时，身后传来一声提醒：小心！我转身，看到2人扑来。我拉过乔欣欣，水果利器刺进了我的左肩。我眼神一厉，反手就用料理利器解决了2人。至此，已是5击败，地毯被鲜血染红。我看向乔欣欣，眼中的击败意缓和下来。我带着乔欣欣离开，那对母女和青年洛远也跟了上来。下楼时，我伤口疼得厉害，洛远主动提出背我，回到66层。我把他们暂时安置好，然后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Day 4下午，在我的房间里，乔欣欣要帮我处理伤口。清理伤口时很疼，乔欣欣犹豫了一下，把我的身子掰过来面对他，然后他抓起我的手放在他的腿上，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。他说这样能分散注意力，减轻疼痛，然后赶紧继续处理伤口。你还别说，这个方法真的有用。当然，该演的戏还是要演的。暴雨第4天傍晚，乔欣欣帮我处理伤口。你摸够了没有？我讪讪收手，夸他包扎专业，他曾是学校医疗服务志愿者。随后，我认真地向乔欣欣提出了困扰我的问题：隔壁新来的母女3人怎么处理？物资有限，我无法无条件供养他们。反正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支持你。傍晚，我给隔壁送去少量食物，母亲苏曼眼神充满戒备，但也动摇了。同一时间，徐伟婵正组织幸存者向低层转移，楼梯间挤满了绝望的灾民。他注意到一个行为鬼祟的保安，直觉告诉他，这人知道些什么。
在徐伟婵的追问和承诺下，保安终于吐露了一个关键信息。保安说他知道哪里有吃的，66楼6688房间。深夜，6楼办公室内，一群人围在火盆前密谋，他们决定上去抢。为了活下去，必须拼，要狠。凌晨2点，我躺在6688的沙发上，看着眼前漂浮的卡牌微笑。那是一张名为“极限体质”的卡牌，能永久提升身体素质至极限。伤口在迅速愈合，力量、敏捷、反应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，这感觉简直爽爆了。而此刻，危险正从楼下悄然逼近。凌晨4点，我在楼梯间陡然惊醒，感官敏锐的我听到了不寻常的动静，难道是徐伟婵那帮人？我翻身而起，看了一眼熟睡的乔欣欣，拿起匕首走到门口，外面有人，不止一个。房间不是最佳地点，狭窄的过道更适合面对多人。我果断打开房门，走了出去。火把的光线摇晃着，所有人的脚步都停下了。你们是徐伟婵找来的？我们不认识徐伟婵，只知道你的房间里有吃的。对方没有回答，只是阴狠地盯着我。然后随着一声动手，20多人全都扑了上来。我依旧镇定，2米多的宽度，我最多同时面对4个人。他们的动作在我眼里漏洞百出，瞬秒4人。看到这一幕，剩下的20多人后退了几步，脸上露出惧色，但退无可退，他们再次扑来，4条人命在手，我杀意奔腾，微微一笑，迎面冲上。黑暗笼罩，寂静无声。66楼的过道里只有我一人站着，一个人，一把利器。这事儿明显是徐伟婵搞的鬼，有仇不报可不是我的风格，这仇必须得报。上午，保安和6689的住客都被过道的惨状震惊了。我直接承认，人是我杀的。洛远，一会儿你得下楼跑一趟，打听有没有懂电路的人。我就是电气工程毕业的，有什么事吗？我想恢复部分设备的供电，如果找到发电机和汽油，你能办到吗？应该可以。找到应急电房，就能有选择的对设备恢复供电。林夏哥，我和我妈能帮忙做点什么吗？你们也帮着洛远去找应急电房吧，越快越好。我递出对讲机，吃完了就开始找，遇到任何情况就叫我，我会尽快赶到。66层不能待了，但我没打算向下搬，向上的房型更好，比如90层的总统套房。如果能恢复一台电梯，上下楼的问题就能解决。我的发电机功率足够。同一时间，徐伟婵正在2楼大厅的灾民中间动情演说，煽动人心。突然，他看到昨夜参与袭击的保安大哥踉跄着从楼梯间走出来。老哥，你怎么下来了？没去66层，太可怕了。66楼的过道里全是倒下人。徐伟婵内心一沉，20几个人都失败了，那我还活着吗？他立刻想到，如果我没倒下，肯定会猜到是他。证据，这年头证据没用。于是他转身回到人群，开始组织灾民寻找工具，制作漂浮板。与此同时，我们在74层找到了应急电房。洛远确认这里可以控制供电，如果我想给90层的墙插和空调供电，能实现吗？应该可以。我需要时间把线路找出来，然后接入应急供电系统。接着是电梯权限问题。洛远能设置盲层，但破解刷卡系统他不懂。我的笔记本没电了，不然我可以试试破解加密算法。我心中惊喜，洛远搞强电，苏清月解决控制系统，简直是及时雨。回到6688房间，乔欣欣也没闲着，他正在地图上标注可能找到物资的地点。而楼下，徐伟婵已经成功煽动了灾民，他把自己塑造成精神支柱，同时他有意散布消息，让所有人都知道66层有个囤积物资的自私鬼。仇恨的种子已经种下。徐伟婵知道，只要我敢下去，就必须面对他们。他不知道我在做什么，但确信我们再次见面时，就是清算的时刻。洛远完成了线路改造。好消息是，90层和货梯即将通电，但坏消息是自来水停了，浑浊的污水流出，洗澡成了大问题。供电恢复，货梯开始工作。苏清月，
快速连接了电梯控制系统。好了，现在只有特定房卡能使用这部电梯。我们乘电梯来到90层，3间奢华总统套房的房门都开着。我震惊于套房的面积和奢华，而苏清月则显得习以为常。看到摄像头，我找洛远询问监控系统，得知监控室在停车场2楼。我和洛远立刻乘货梯下到2楼，走廊空无一人，监控室设备已停，这2个机柜全是监控主机，要全部搬走吗？我们搬走必要设备。等洛远离开，我将剩余设备全部收进次元空间。在走廊，我们看到远处大厦外有船，船上的人影模糊不清。傍晚，我们5人搬进了90层套房，中央空调带来久违的凉意。我严肃提出停水问题，并强调食物珍贵，要求每个人发挥价值。我可以搭建服务器，构建局域网，把监控系统接入进来。我同意了他的方案，并让苏曼协助。其他人离开后，只剩乔欣欣。我能做些什么呢？我的专业现在一点用都没有。我开玩笑让他负责暖床，没想到他认真思考后，竟然点头答应了。他动情地诉说，这是他第一次为自己做决定，并坚信这是最浪漫的。我动容地起身，一把将他抱起，他则主动环抱住我的脖子。我抱着他，径直走向卧室。那一刻，我知道一个时代结束了。第5天晚上7点，饥肠辘辘的我和乔欣欣爬起来吃饭。饭后，乔欣欣忍着疼痛洗碗，我悄悄把碗筷收进了空间。现在睡觉还早，看电影吧。我想看《海上钢琴师》。我找出 U 盘，关掉灯，我们依偎在沙发里，享受难得的安宁。与此同时，2楼灾民们心情沉重，寻找物资的漂浮板迟迟未归。突然，一个孩子指向远处大喊，众人看到光点，快速驶来。快艇靠岸，走下马俊飞和李多，他们带来了食物和获救的同伴。回到大厦内部，马俊飞分发饼干。徐伟婵立刻看到了离开的机会。2位兄弟，你们是不是有避难基地？能不能带上我？今天不行，明天我再送些吃的，问问老大能不能接收你们。老哥，你说的秘密是什么？还有几个人躲在大厦66层，囤了不少食物，还有3个漂亮小姑娘。深夜雨声滴答，我准时醒来，眼前漂浮着6张卡牌，第一次出现技能卡牌。我果断选择了幻象伪装。我悄悄钻进卫生间，对着镜子用意念释放了技能，镜子里的人变成了乔欣欣。我伸手触碰，手指穿过了光影。1分钟后，伪装解除。这只是光影效果，并非真正的变性。我悄悄爬回床上，继续睡觉。外面，危机正在悄然靠近。第6天清晨，洛远第一个起床，直奔顶楼处理水箱。苏曼母女也开始工作，他们要寻找信号发射器。看到同伴们都在忙碌，我决定去会一会徐伟婵。2楼聚集了所有灾民，徐伟婵正在组织人手。林夏，你来干什么？人群在他的煽动下围住了我，叫骂声四起。突然，3把利器从人群中刺出，直取我要害。我瞬间反击，一人倒下，一人断腕，场面顿时死寂。还有别的招吗？徐伟婵。就在此时，窗外传来动静，马俊飞和李多持枪闯入，他们二话不说，直接开枪驱散人群，命令按年龄分开。严氏为了保护弟弟，跪地哀求马俊飞，但毫无用处。马俊飞将枪口对准了孩子，严氏绝望地冲了上去，枪声响起，严氏中弹倒下。我不能再等了，我瞬间救下孩子，匕首脱手，精准刺穿马俊飞大腿。趁他吃痛失衡，我夺下他的枪，并用匕首抵住了他的喉咙。兄弟身手不错，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？没兴趣。李多用武器指着人群，试图招募我，但我只关心他们抓人的目的。只要你愿意加入我们，你就是自己人。我追问他们抓人的目的，李多透露是为了打捞水下物资车。我看向李多旁边的徐伟婵，表示看他不爽。李多瞬间会意，武器声响起，徐伟婵倒下，而我已趁机动了，冲向李多。下一秒，我的接力器已抵住李多脖子，他投降了，并交代了基地信息。处理完李多，我看到观光船想逃跑，
我立刻追了上去。我跃上船，制服驾驶员，将船开回平台，然后我给了众人选择。大多数人冲向那艘船，想要逃离，但我并不关心他们的去留。突然，身后传来惊叫，我回头看到那艘超载的船彻底翻了。我没有去救，转身回到大厦2楼，找到了受伤的严氏和他弟弟。谢谢，是您救了我们兄弟俩的命。我将严氏扶到3楼休息，然后回到99楼，找到了乔欣欣。我决定让学过急救的乔欣欣负责医疗，他立刻开始准备药品。很快，我们带着医药箱回到3楼，乔欣欣开始为严氏处理伤口。姐姐，你好漂亮。严氏又想道谢，被我打断。他心中已暗暗决定要报答这份恩情。处理严氏的伤口时，他一声不吭，只是皱了皱眉。我哥是拳击教练，他可厉害了，在全国都拿过奖。我笑着摸了摸橙子的头，严氏则尴尬地笑了笑。安顿好他们后，我特意藏了些饼干和水。橙子，只要你保证不和任何人说起他们就会回来。回到90层，我眼皮直跳，总觉得危机还没结束。最可能的威胁来自建安大厦的私人基地。于是我把洛远叫来，直接把一把微冲丢在他面前。林哥，这是哪里弄来的？我们要出去抢物资吗？我解释了白天的冲突，并决定今晚和他去4楼值守防范。傍晚，建安大厦内灯火通明，物资正被搬进会议室。峰哥，马俊飞和李多去金丰大厦接劳力，一整天没回来。许峰皱起眉头，办公室里其他人也议论起来。怕个 JB， 遇到不长眼的直接突突了。清理了灾民，住酒店不爽吗？你 TM 傻吗？酒店在45层，你用3条腿爬上去。眼看两人就要呛起来，许峰抬手制止了争吵。他决定明天先派人去金丰附近侦查，再决定下一步行动。与此同时，我和洛远带着武器来到了4楼的防御点。夜色深沉，危机如同水面下的暗流，正在悄然涌动。深夜2点，我准时醒来，洛远正趴在窗边观察外面。我看向面前的6张卡牌，这次出现了礼包和技能卡，让我有些吃惊。我选择了浪里白条。现在外面一片汪洋，水下技能作用很大。林哥，你醒了。我看出洛远有话想说，便直接问他是不是想问发电机的事。其实我是外星人。洛远竟然直接信了，还发誓为我保守秘密。我实在憋不住，哈哈大笑起来。天色渐亮，我们发现远处楼房旁停着一艘白色快艇，有人在观察我们，敌人找来了。我冷着脸详细嘱咐了洛远应对方法，然后朝楼下走去。清晨，雷明成带着6个人分成2条快艇驶向金丰大厦2楼平台。4人登上了平台，4楼的洛远立刻按照计划，同时扣下2把微冲的扳机。武器声突兀响起，成功吸引了7人的全部注意力，谁都没注意水下。我潜伏在快艇旁，伸手放在船沿，下一秒，整艘快艇瞬间消失。雷明成3人落水，眼睛瞪得滚圆，心中大喊：我操，我船呢？水里是我的主场。我如鬼魅般游动，用尖利器迅速解决了落水的3人。我将武器和另一艘空快艇收进次元空间，然后雷明成的尸体浮出水面。平台上的4人惊骇地看着浮起的雷哥。下一刻，更惊恐的一幕发生了，雷哥的尸体突然直了起来，2个黑色的武器口从他腋下探出水面。哒哒哒，武器声再次响起，4人来不及移动，直接被打成筛子。我浮出水面，笑着向4楼竖起大拇指。战斗结束，但我们没注意到远处的观察者。我击败了来犯的7名暴徒，缴获了武器和望远镜。林哥，你也太牛逼了吧！他们还会再来吗？我估计他们会倾巢而出，但我信不过外人，只能依靠现有的人。在6楼，我把望远镜交给了小男孩严惩，并给了他一个任务：你的任务是监视外面有没有船过来，有的话立刻告诉你哥。我把对讲机交给严氏，让他负责联络，他迫切想为我做点事。与此同时，在建安大厦，许峰得知手下全军覆没的消息，老子就不信了，我倒要看看金峰藏着哪尊佛。所有人待命。1个多小时后，
许峰集结了基地大部分人手，决定亲自带队清洗金峰。我正在顶楼帮洛远修复供水系统，对讲机突然响了：“林哥，发现有船靠近，一共7条，人数肯定超过20个。”我立刻制定计划，让岩石冒充灾民误导敌人，洛远负责策应。随后，我来到大厦背面，从窗户一跃而下，召唤出我的快艇。许峰的船队在大厦外停下观察，他们绕了一圈，没发现异常。他们冲进大厦，在3楼遇到了岩石假扮的灾民。你们上当了，他们抢了你们的船，朝你们基地去了。许峰将信将疑，派人搜查了部分楼层，果然没发现我们。他开始后悔带出太多人，担心老巢被偷袭，怒火中烧。看到对方举武器对准灾民，我知道自己该登场了。我探出身子，朝远处狂射起武器后，立即朝楼梯间狂奔。追！别让他跑了！一帮人追了上去，只有许峰站在原地没动，眉头深皱。同一时间，我从建安大厦侧面的水下浮出，观察内部情况。我潜入水底，找到损坏的窗户，进入大厦，并换上干爽衣服。随后，我幻化成雷鸣城的样子，大大方方地走向3楼。我只有1分钟观察每层楼，看到我的人都一脸意外，没人敢阻拦。猜中了，他们几乎倾巢出动。我微微一笑，开始从8楼搜刮。在首领办公室，我找到一张标记地图和一把 AWM 狙击步武器。这基地首领陆子廷也。我果断收起武器，继续扫荡7楼和6楼。在5楼，我用计引开守卫，迅速解决了他们，开始搬空仓库，饼干、饮料、泡面、大米、烟酒。我把所有物资洗劫一空。最后一个房间，我发现了大量汽油，这家伙准备的真充分。下到3楼，船只管理员陈六看到了乱晃的我，上前质问：“你 TM 谁呀？我怎么没见过你？我要是你就不会轻举妄动，能苟且活着就不要自己找倒下。跟我说说看，你们的基地是怎么建起来的？”我是真的有些好奇。从金峰大厦撤离时，我心中的不安感越来越强烈。我暗骂自己蠢货，对方可能真的去端我们的老家了。回到建安大厦3楼，一切看似正常，但我立刻发现了问题。陈六呢？他怎么不在岗位上？我带着人冲上5楼，打开房门，眼前的一幕让我怒火中烧。看到面包和北仔的尸体，我脸色更加阴沉，立刻下令全面搜查。我突然想到什么，立刻冲向8楼自己的房间，手里紧握着武器。我小心翼翼地打开门，却看到陈六站在我的房间里。陈六，你在我房间里干什么？这时，陈六让开一步，办公椅转了过来。当我看到椅子上的人时，我愣住了。是你，真的是你，你认识我？我激动地称他为重生哥，并告诉他我找了他好些天了。我打开手机，给他看那个预言暴雨的视频，证明我早就相信了他。你该不会相信了我那些莫名其妙的话吧？我告诉他，正是因为相信，我才能囤积这么多物资。然后我正式提出合作。我走到窗边，告诉他我相信运势，而重生者拥有旷世的运势。我转过身，大胆猜测，他拥有一个可以存放物资的神秘空间。我眉飞色舞地介绍着末世小说，并坚信自己的猜测是对的。最后，我两眼放光地问他，愿不愿意收下我这个有能力的小弟？我留在许峰的办公室，本想试着忽悠他，却反被他说服了。你是拥有大运势的人，与你作对不会有好下场。他的话让我陷入沉思。如果没有我，身边的人会怎样？丑话说在前头，我们只是合作，若有异心，别怪我不留情面。许峰笑着应下。随后，他召集了所有核心成员，宣布一件事：林夏成为我们的1号人物，不允许任何质疑。众人高呼林哥后，大部分退去，只留下许峰最得力的3个手下。想让我信服，就一个条件，和我单挑。你赢了，我认你做老大。我拦下想阻止的许峰，起身应战。办公室中间被让了出来，苗破兰率先发动攻击，右腿如铁柱般横扫而来。在他出腿的瞬间，我也动了。我沉身发力，如炮弹般冲向他。下一刻，
我的右肘顶在他格挡的手臂上，巨力让他连连后退。他刚站稳，我以鬼魅般出现在他身后，手指抵住了他的脖子。你的速度是我见过最快的。心服口服，单挑结束。许峰对我的武力感到惊喜。随后，他带我离开办公室，在楼梯间，我凭空拿出物资还给许峰。他看得目瞪口呆。作为回礼，我回到办公室，从空间里拿出了一份热气腾腾的烤鱼。傍晚，我回到了金丰大厦，洛园改造好了水管，套房有了自来水。我趁着乔欣欣洗澡时也溜了进去。两个人洗了1个小时的鸳鸯浴，神清气爽。明天还有价值3亿多的物资在等着我，未来可期。洪水已淹没2楼，3楼也即将进水，几十名幸存者被困在楼里，气氛压抑。难道就在这里等倒下？我们得出去找物资。严师想到了我，总觉得我有办法，而我正为与许峰的合作做准备。林哥，今天我就去弄监控，尽量大面积覆盖。随后，我驾快艇赶往建安大厦。许峰早已等得不耐烦。兄弟，烤鱼还有多少？昨天连卤子都没浪费。我们很快出发。快艇驶离市中心，前往郊区仓库。我看到许多浮尸，阳台上有人嚎哭挣扎。这只是末世的开始。半小时后，我们抵达目的地，那是一栋被洪水包围的未完工大楼。然而，就在许峰准备爬进窗户时，密集的武器声突然响起。你们都天眼瞎啊！是我。许峰腿部中弹，快艇也即将被击毁。我意识到必须立刻弃船。我拽着许峰跳入水中，奋力下潜。身后传来快艇爆炸的巨响，躲到树后，许峰剧烈咳嗽。我看向大楼，武器声已停。哗的一声，我取出另一艘快艇。我们迅速驶离了危险区域。操！这帮狗日的敢背叛我！那3亿物资是我的。我一边帮他包扎，一边分析：漠视人心，背叛并不意外，不用硬打，你找人吸引火力，我进去把物资全收了。好，物资你收，这些人的命我要定了。我老婆还在里面，计划已定，我们必须夺回仓库。这不仅为了物资，也为了救人。我搀扶着受伤的许峰回到建安大厦，众人立刻焦急地围了上来。峰哥，这是谁干的？我马上摇人。医生处理完伤口后，许峰强撑着站起来，脸色阴沉的可怕。他们要是敢动我老婆一根汗毛，我拼了命也要让大飞那杂种付出代价。很快，我们集结了20多人，乘快艇向目标大厦进发。林哥、暴龙，你们水性好，尝试从水下潜入。我翻身入水，悄无声息地游到大厦侧面，从破碎的窗户钻了进去。在楼梯间，我遭遇了守卫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我使用了禁锢能力，3秒时间，我如猎豹般冲出水面，瞬间解决了守卫。我捡起武器，悄悄摸到4楼，然后一脚踹开木门，端枪扫射。4楼敌人被清除。我迅速收完堆满大厅的物资，上到5楼。我看到苗破兰留下的战场，他的战斗力令人震撼。许峰带人进入大楼，得知大飞挟持洪素飞在8楼，我们立刻赶去。8楼中庭，双方正在对峙。突然，枪声响起，战斗爆发。我跳上堆积的物资，居高临下观察，却看到许峰跪在地上，抱着一个女人。吴阳，我要把你碎尸万段！哈哈哈！许峰，这滋味怎么样？这是你自找的。我瞳孔骤缩，我看到吴阳身上绑着一圈炸弹，正试图靠近许峰。没有时间犹豫了，我立刻从侧面跳下，全速冲向吴阳。吴阳看见我，癫狂大笑，手指按下了炸弹控制器的红色按钮。吴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心中充满疑问与不甘。他本是红爷的得力手下，却因嫉妒许峰和洪素飞而心生怨恨。于是他策划了爆炸，想将许峰和所有人一起埋葬。就在他即将按下按钮的瞬间，我突然出现，将他撞倒在地。我压制住他，解下炸弹，将他扔给了愤怒的许峰。危机解除，我立刻上楼去收集最重要的物资。看到堆成山的物资箱，我感到无比满足，将它们全部收入空间。回到8楼，吴阳已死，许峰抱着洪素飞的尸体，悲伤地离开。
我留在最后，将剩下的物资也全部收走，然后乘快艇返回。回到金峰大厦，我带着奖励大家的物资，乘电梯返回90层据点。看到我平安归来，还带了食物，大家都非常高兴。林哥，是我该谢你，不是你收留我，我可能都不在了。谢谢林夏哥哥。接着，我提出了新的任务，给电梯加上全线控制，并完善监控系统。林夏哥哥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，这件事交给我吧。行，主要就是网线要重新放一遍，我尽量在后天完成。任务分配完毕，大家都充满了干劲。我对这样的团队感到满意。帮洛远铺设监控线路，几百条线要重拉，是个大工程。天黑后，我回到90层，看到苏清月在专注敲代码。苏曼立刻用身体挡住我的视线，眼神充满警惕。我讪讪地摸了摸鼻子，转身回房休息。这一天太累了。夜里2点，我准时醒来，眼前漂浮着6张新的卡牌，竟出现了能实现空间穿梭的卡牌，但需要技能和信标配合。我选了第一排中间那张，翻过来是空间信标，拿到了一半。第二天一早，许峰带着苗破兰和朱炳刚找到了金峰大厦。谁能告诉我林夏在哪？告诉我的人给5包饼干。有人喊我在66层，许峰一脸不信。这时我正好出现，还好你来得及时，不然我都准备爬66层去找你了。昨天多亏你救命，我们想搬来金峰大厦，你欢迎吗？我自然欢迎。许峰让手下处理灾民，我则带他去看我的住处。我带他来到隐蔽的货梯前，刷房卡，按下90层。许峰全程惊讶。到了90层总统套房，许峰羡慕的两眼放光，直呼今天就要搬。我让他别急，安排好手下再办。随后我们走到警官阳台。你说官方还会有救援吗？救援一直有，但只救顶尖人才，比如金陵金顶山里的钢铁之城，山体内部的钢铁之城。我心中震惊，这样的基地全国也没几个，就算有10个基地，也只能救100万人，而我们是那剩下的绝大多数。送走许峰后，我帮洛远安装监控系统，工期缩短了。苏曼负责搜寻工作。这天，他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：林夏，我感觉4806房间里好像有人。晚饭后，我决定亲自去看看。走廊一片漆黑，只有手电光。我敲门无人应答，便假装离开，然后折返蹲在门口仔细听。果然听到动静，我起身大力敲门，并开始倒数。数到20，门开了，一位老人抬手遮挡光线，脸上满是惧色。我这边没有食物了。我收起匕首，表明来意。老人放松下来，带我进了房间。老人叫白居深，是农业学者，他担心家人，也忧虑这场天灾。他郑重地交给我3本笔记本，那是他毕生的研究成果。我双手接过，严肃承诺一定会将资料交给国家。第二天清晨，我和乔欣欣商量后，决定给白大爷送些食物。可以啊，不过不要一次拿太多，分几次给。我带着食物去4806，费了一番口舌才说服老人收下。同一时间，丁亮带着人开着观光船来到金峰大厦接灾民。船开到空旷水域后，丁亮等人突然举武器向灾民扫射。短短1分钟，船舱里和水面上便是一片红色液体红。丁亮对小弟解释，这是许峰的真实意思。为了不留隐患，他命令手下统一口径，如果我问起，就说灾民自己愿意走了。一上午，我都在帮洛远完成监控系统的最后安装工作。中午时分，所有线路搞定，近200个摄像头的画面显示在屏幕上，可以设置画面侦测警报，一旦有人出现，就能发送到服务器。我补充说，最好能把警报发送到手机上。午餐时，我们5个人一起碰头讨论。林夏哥哥，我的手机是水果的。接着，乔欣欣和洛远也拿出了他们的水果手机。我直接麻了，5个人就我用安卓。林夏，我能陪你一起去吗？我也想出去看看。我考虑后答应了，但要求他必须跟紧我，听指挥。午饭后，我们准备出发。我们下到3楼，发现灾民已经转移，于是我从窗户翻出，放出快艇。
快艇驶向手机城。乔欣欣起初好奇地看着外面，但很快神情变得悲悯。我安慰她别想太多。很快，我们到达百脑汇手机城，从一扇窗户翻了进去。大楼里很暗，我给了乔欣欣一个手电。我们开始在一间间手机店铺里搜寻，我们搜刮得很开心，像在玩游戏。接着，我们意犹未尽地上了4楼。突然，2道强光笼罩了我们，一个女声在身后响起：“不许动！”举起手来。你们好，我叫罗宁，是官方特别行动队第3小队的队长。我自称是附近灾民，来寻找食物。罗宁给了我们一些压缩饼干，他表示任务完成可以送我们一程，但我婉拒了。随后，他们乘直升机离开。乔欣欣感叹遇到了官方的人，而我则懊恼忘了提白老的事，但人已离开，只能作罢。我们决定继续探索，前往5楼看看。我和乔欣欣决定去银鹰购物中心搜寻物资。与此同时，罗宁乘坐的直升机抵达了金顶山上空。山体内部是一座巨大的钢铁基地，自给自足，令人震撼。爸，能不能开放 A 区接收灾民？这样能多容纳2万人。不行，基地已超载1倍。A 区开放会导致供给失衡。罗大川还透露，有外国军舰正靠近我国沿海，形势严峻。罗宁抢过新的救援任务平板，不顾父亲劝阻，一溜烟跑了。我和乔欣欣进入了昏暗的银鹰购物中心。我们发现奶茶站已被洗劫一空，有用的物资可能不多了。但乔欣欣想去4楼看看女装和内衣，我只好陪她上去。她红着脸拿了2袋内衣让我保管，并说我的空间准备很周全。接着，她提议去6楼的婴童馆看看，说是以防万一。在6楼，乔欣欣欢快地看婴儿用品，我则直接开始扫荡。我们又去了7楼拿家具，乔欣欣看着家具，显得有些伤感。来到8楼餐饮区，我们发现了拐角处堆着的几具尸体。我立刻意识到这里有人盘踞，拉着乔欣欣准备离开，但沉重的脚步声从楼上传来，一个手持厨刀的男人缓缓走下。我想从楼下走，却发现楼下也上来了一个同样拿刀的人。我护住乔欣欣向后看，不远处第3个男人正嚼着口香糖冷笑。3个方向，3个人，我们被包围了。金丰大厦外，洪水淹没了街道，3个人影正慢慢向我靠拢。兄弟，我身上没吃的，何必互相为难呢？其中一人看到乔欣欣，眼神一亮，露出了猥琐的笑容。我眼神一冷，既然他们自己找死，那就怪不得我了。哒哒哒，近距离扫射，那人身上爆起血雾，倒了下去。扑通扑通，另外2人当场跪地求饶，吓得浑身发抖。我鄙夷地看着他们，没有留情。乔欣欣在一旁默默看着。晚上，我和苏清月在顶层一起编写代码。乔欣欣害怕，坐在我身边。凌晨，代码终于完成。我轻轻抱起睡着的乔欣欣回房。凌晨2点，6张卡牌准时浮现。今天多了一行小字提示。我选择了空间之门，立刻在顶层房间设置了第1个空间信标。我乘电梯到6楼试验，意念一动，身前出现一个黑色洞口。我抬脚跨入，视线一黑，瞬间回到了顶层设置信标的房间。接着，我查看了存活奖励的特殊卡牌，战略级潜艇碎片。第2天，我们成功调试好了大厦的监控警报系统。下午，我乘快艇前往建安大厦找许峰，询问灾民转移的事。金丰大厦的灾民，是你让人送走的吗？对啊，不是说好了交给我办吗？我让烟鬼去的。我点点头，暂时接受了这个解释。许峰让我保持低调，我将金丰大厦的权限安排告诉了许峰，他全盘接受。下楼时，我遇到了丁亮，询问灾民的情况。灾民都送走了，他们自愿去了江河大厦。他的话让我心生疑虑，灾民为何主动跑去遥远的办公楼？我决定亲自去江河大厦查看。丁亮在窗口看着我离开。我驾驶快艇穿过汪洋，2小时后抵达江河大厦。大厦内空无一人，只有雨声。我呼喊严氏兄弟，无人回应。我发现了痕迹，但不像昨天留下的。丁亮在骗我，灾民根本没被送走。
我猜到了他们的结局，怒不可遏。我立刻返回建安大厦，必须弄清楚这是谁的主意，让丁亮立刻上来。他到底做了什么？许峰试图打圆场，但我直接质问灾民转移的事。我告诉他，我刚从空无一人的江河大厦回来。许峰脸色变了，我起身离开，要亲自找丁亮对峙。许峰在屋内捏瘪了可乐罐，我用幻象伪装成许峰，从丁亮口中套出了真相。丁亮承认他处理了所有灾民，幻象消失，我怒火中烧，我一脚踹开丁亮的房门，在他惊愕中掐住他的喉咙。苗破兰和朱炳刚闻声赶来劝解，我提着丁亮去找许峰。许峰，小弟做了错事，按你的规矩该怎么办？就在许峰沉默，丁亮假意道歉时，他突然暴起偷袭。丁亮选择动手，一半是冲动，另一半是积压已久的愤怒。他无法忍受我像拎垃圾一样对待他，这是赤裸裸的侮辱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从不相信许峰的运势说，他相信的是人狠才能站得稳。于是，在距离我极近，我毫无防备的瞬间，他动手了。烟鬼。然而，他的力气在距离我喉咙1毫米处停住了。他发现自己动不了了，下一秒，我的匕首已刺入他的脖子，鲜血喷涌而出。烟鬼。许峰沉默着，藏在身后的右手紧握，暴露了他的愤怒。放下！林夏是你们大哥，要造反吗？我替烟鬼给你道歉，是他自己把命搭进去了。既然你说怪你，那惩罚呢？一句话就算过了。许峰脸色僵硬，他问自己，能承担和我反目的后果吗？答案是不能。于是，他拿出匕首，当着我的面，狠狠扎进了自己的大腿。林哥，够了吗？眼看我不开口，他拔出匕首准备再扎，我上前抓住了他的手腕。可以了，这件事到此为止，叫老周来处理伤口。我站起来，沉声警告他们记住教训，然后转身离开了房间。峰哥，我不明白，您为什么这么怕他？因为他是重生者，我那3亿物资全在他的空间里。离开建安大厦，我回到金峰，心中对严氏兄弟充满愧疚。怎么了？我告诉他严氏兄弟可能出事了。说完后，心情稍好。随后，我想到白大爷物资快没了，便带着食物和对讲机去看他。第二天清晨，建安大厦的许峰被直升机的声音吵醒，他拖着伤腿冲向楼顶，在楼梯间遇到了前来接他的蒙冲。阿冲，你这次来是不是接我去基地？得知名额有限，许峰沉默片刻，叫来了苗破兰和朱炳刚，他命令手下依附于我，然后被猛冲接上直升机离开了。同一时间，我手机响起警报，监控显示有人进入了80层。我赶到48层，发现是官方救援队，带队的竟是罗宁队长。罗队长，我能坚持到现在，多亏了林夏、白大爷为我争取名额。罗宁答应尝试，并和我到屋外单独商量。罗宁说名额珍贵，只能争取1个。我思考后决定接受。救援队准备离开，白大爷向我保证会尽力。我与他道别，回到90层，同伴们围上来询问情况。我告诉他们基地已满，暂时无法救援。大家都很沮丧，但我提醒他们，这里的生活条件可能比基地更好。大家想了想，心情逐渐好转，重新燃起了希望。罗宁离开3天，关于避难基地的消息依旧没有传来。这3天，我大多待在套房，陪乔欣欣看电影，或和苏清月打游戏。生活看似摆烂，但我无所谓。空间里的物资足够我们安逸很久。水位已漫过5层，出门找物资的人越来越多，冲突不断。金峰大厦成了目标，但苗破兰他们已入驻守卫，无人能得手。这天午饭后，手机突然响了，监控显示停机坪来了基地的人。罗队又见面了，我的名额搞定了。是的，你得好好谢谢白老，他为你让出了优厚条件。我不禁有些感动，然后告诉罗宁，我只需和伙伴说一声。回到房间，只和乔欣欣告别。这次去基地只为设置空间信标，第一次乘坐直升机，噪音巨大。不久，我看到了金顶山，山峰下方张开一个大洞，灯光依次亮起，景象十分震撼。罗宁送我下机后便离开，接应人员
给了我身份手环，并讲解规则。离开接引室，眼前的景象再次震撼了我。这里完美复刻了城市样貌。我来到任务发布点，看到很多人等待，找了个面相和善的大叔询问：“老哥，这么多人都是等任务的，任务是靠抢的。”大叔告诉我，基地免费物资只够度日，想活得好需要一技之长。我随口问起软件开发的工作，大叔说报酬看工种，稀缺人才最高。了解完情况，我心中有了底。接下来就是寻找设置信标的最佳地点。任务发布点突然热闹起来，门口大屏幕亮了，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吸引过去。屏幕上发布了水下作业任务，报酬是每天60贡献点。立刻有人冲向服务台报名。我是个旱鸭子，老哥，60贡献点到底能做些什么？林赞则告诉我，100点能换1天单人宿舍。我立刻来了兴趣，有单间就能安心设置信标，但2天工资才够住1天，根本不够。我问他有没有赚贡献特别快的方法，林赞则说可以捐东西换贡献点，并告诉我捐献点在 L15。记下他号码后，我决定去看看。来到 L15的物资捐献点，这里排着队，有人抱着心爱的主机来换贡献，让我有些感慨。我灵机一动，从空间里拿出一部全新水果手机。这应该不会引起怀疑，你这手机是全新的，正常手机换50，你这个算你100点吧。手环屏幕一亮，显示正100。我立刻用10点办了张基地通讯卡，并联系了林赞泽。接着我乘坐电梯来到分配到的 L4集体宿舍，一进门就闻到混合气味，房间拥挤。帅哥，你是37床的？你好，我叫吴飞黄。我礼貌回应后，意识到这里不适合设置信标，必须找个没人的地方。吴飞黄追上来，告诉我左侧通道人少。我道谢后朝那个方向走去，一个女生与我擦肩而过后，猛地回头，她拿出手机，对比着视频里的人。她看着手机视频，自言自语，觉得我很像视频里的人，但又有些不同。我似乎察觉到注视，回头看了看，但通道里人不少，没发现什么异常。我叫陈婷婷，21岁，师范毕业。我受够了集体宿舍的脏乱。我有一条重要信息，告诉你们的话，能得到奖励吗？我豁出去了，保证消息重要，哪怕被赶出基地也认了。管理员最终被我说服，转身进入里间汇报。几分钟后，3名穿迷彩服的军人走了进来，气场强大。陈婷婷，你跟我进来，如果你有极为重要的消息，我保证1分钟内就能到达最高长官耳朵里。如果消息重要，我有什么奖励？我只要1间永久的单人间。我立刻打开手机，播放了那个预言天灾的视频。事务官看完视频，眉头紧皱。我告诉他，视频里的人就在基地里。另一边，我叫林夏，正和吴飞黄走向食堂。就在我们快走到电梯时，3名穿迷彩服的战士拦住了我。我被带到了庄严肃穆的作战指挥室，心里明白，身份可能暴露了。报告，林夏已经带到。林夏，东都市人。你说你是重生者，是真的吗？真的。不过我也不知道以后会是什么样了。长官问我，是不是觉得会被切片研究？我赶忙否认，我相信国家不会那样对待自己的子民。长官被我的话逗笑了，让我放心，只要遵纪守法，就不会切片。他们提到我拍视频预警和帮助白老的事，说我本性善良。确认不会被切片后，我稳住了心态。面对大佬，我要抢回主动。2位领导，能不能冒昧问一句，2位在基地的职务？得知他们是基地最高领导后，我决定摊牌。刚才在门外，我听到一些内容，我想我能帮助你们完成。你想要得到什么？我巧妙地把问题推了回去，暗示需要好处。韩栋看穿了我的滑头，为了证明能力，我决定直接展示。在他们面前，巨大的会议桌消失了，桌子又瞬间出现。我告诉他们，我能把东西直接带回来。他们带我查看任务目标，一台重达200吨的水下电磁发生器。我故意沉默了几十秒，做出为难的样子。该为自己争取利益了，携带重物很耗费精神力，我愿意尽力一试。韩栋当即以个人荣誉保证，奖赏会让我满意。
任务就此敲定，罗宁被指派为我的特别助理。当他质疑时，我再次展示了能力。另一边，陈婷婷搬进了单人房间，她看到我安然出现，心生疑惑。我回到了189号集体宿舍，吴飞黄正为我担心，神情呆滞。嗨，你想什么呢？这么入神？吴飞黄看到我回来，又惊又喜。我抢过他的饼干，拉他去吃饭。我和吴飞黄在 L4食堂吃饭，他忐忑地注射了胰岛素。现在可以吃了吗？这时，陈婷婷端着饭菜走了过来，俏皮地请求和我们一起做。饭后，我准备离开，陈婷婷急忙和我互换了联系方式。后来吴飞黄告诉我，陈婷婷应该是冲我来的。我笑了笑，没在意。下午，我和罗宁队长会合，乘坐军用快艇前往目标水域。你真能把那重200吨的大家伙带回来吗？快艇停下，我们穿戴好潜水装备，准备从水下通道进入地下研究室。我们潜入水中，跟着罗宁的导航，找到了昏暗的水下通道入口。顺着引导绳，我们穿过复杂的岔路，终于到达了空旷的地下研究室。手电光下，我看到了那个庞然大物——电磁发生器，像一栋小楼。这也太大了吧，你放得进去吗？我没有回答，只是走到机器旁，伸手触碰，然后装出吃力的样子。在罗宁震惊的目光中，巨大的机器瞬间消失，而我则假装趔趄了一下。返航途中，罗宁兴奋地打电话汇报，韩帅的声音我在几米外都听到了。回到基地，韩豆和罗大川亲自迎接，并将我们领到 HLE 的实验室。在巨大的实验室里，众人退开，我再次装出虚弱的样子。随着一声巨响，那台庞然大物凭空出现，稳稳地落在实验室中央。任务完成。看着眼前的机器，我知道奖励和新的身份在等着我。我解决了基地的难题。韩帅和罗帅看着电磁发生器，神色非常兴奋。林夏，我代表金顶山基地全体战士感谢你的帮助。随后，我们回到作战指挥室，韩帅宣布了对罗宁的嘉奖。罗宁离开后，指挥室只剩下我们3人。韩帅向我抛出了橄榄枝：林夏，你可愿意加入基地军部？我保证你得到最快速的晋升。我婉拒了邀请，韩帅有些遗憾，但随即宣布了对我的正式嘉奖：特授予你2级下星勋章，特聘请你为金顶山基地特别行动顾问。我有点懵，不知道这2个奖赏的具体含义。罗帅笑着为我解释：勋章是荣誉，给你无限贡献点；顾问是身份，地位相当于总长助理。我眼睛一亮，这下彻底明白了，这确实是我最需要的奖赏。离开指挥室，我回到地区，有件事我必须弄清楚。我找到事务官董文军，直接询问是谁举报了我。他告诉我是陈婷婷，那个前脚举报我，后脚就来搭讪的女生。我分析她的逻辑，举报我拿奖励，再接近我薅羊毛，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。重生以来还没吃过这种亏，这能忍？我径直走向她的房间，门开了，陈婷婷看到是我，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。林夏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没有回答，右手瞬间掐住她的脖子，将她提进房间，关上了门。我把她提到与我视线同高，看着她痛苦挣扎的样子，给你机会说服我，否则下场会很惨。金顶山基地的夜晚，安茜在集体宿舍里辗转反侧，陈婷婷住进了单人间，这让我既羡慕又困惑。我决定在宵禁前去找她，或许可以合住。茜茜，你等我一会儿。你怎么了？她胡乱找理由，依旧没让开。那一刻，我突然觉得委屈，一个单人间就将友谊打得稀烂。我转身离开，心里空落落的。回到金峰大厦，我察觉到自己心态出了问题，击败意越来越强。过来，躺下。今天我新学了个按头的手法。我枕在他腿上，随着轻柔的按揉，戾气消散，感到了久违的平静。第二天，对讲机传来洛远焦急的声音：苗破兰和战士起冲突了。我叮嘱洛远不要插手，然后立刻使用空间之门回到金顶山基地。罗大川在指挥室等我，他需要我去一个军备仓库获取重要物资。哪里有物资？
我去，但我心中仍有疑虑。金丰大厦突然接收灾民，是巧合吗？我来到信息部，查询许峰获得单人间特批的记录，特批人叫蒙冲。接着，我查了今天运送灾民的行动名单，行动副队长的名字赫然也是蒙冲。这真的是巧合吗？许峰导演，蒙冲和苗珠二人主演。这出戏是演给谁看？他们的目的不只是对付我，许峰更重要的目标是物资。我查到许峰办了电话卡，但打不通，看来他混出基地了。我一直在给他机会，但他似乎没有接受我的好意。现在他该上楼找我谈判了吧？该配合你演出的我尽力表演。楼梯间传来脚步声，蒙冲带着许峰和战士们冲进了房间。峰哥，好久不见。林夏，楼下的事你知道了，希望你能配合。许峰竖起2根手指，给了我2个选择：第一，配合我，还我物资，楼下的事就和你无关；第二，不配合，你就是武装头领，大夏再无你立足之地。我选第2个，你们抓我吧。许峰愣住了，他完全无法理解我的选择。蒙冲用拘束带绑住我的双手，我们一行人前往6楼办公室。在6楼办公室，蒙冲向王队报告，抓捕了武装首领王建福，你很不错，不知道罗帅知道后会不会给你鼓掌。王建福闻言一愣，随即从我口袋摸出一个红色盒子，打开盒子，一枚勋章亮瞎了他的眼。他瞬间想起了我是谁。报告，我是金顶山基地第35行动队队长王建福。蒙冲心想完了。许峰满脸震惊，他终于意识到自己严重低估了我。王队很快查清许峰才是罪魁祸首，但如何处理还需等待指示。王队，让我和许峰单独聊2句。王队离开后，房间里只剩下我和被束缚的许峰。你给了我2个选择，现在我也给你2个。我给了他选择，也给了他威胁。许峰的眼神暗了下去，他猜到了我的秘密已被基地知晓，彻底泄了气。他请求和兄弟们告别。我退到走廊，看着窗外大雨，房间里传来争吵声。苗破兰反水认错，走了出来，扑通跪在我面前。我直起身，手里握着墨绿色的圆形物体。苗破兰看到，叹了口气。我走到办公室门口，将2枚手雷扔了进去。5分钟到了，轰！巨大的爆炸响起，办公室门窗爆出火光烟尘。骚尾交给王队，我回到金丰大厦，调整了安全措施。中午过后，我回到基地，找到罗宁。下午任务是去水下仓库搬运物资。我们驾驶快艇，来到完全被洪水淹没的城郊。下潜后，我看到了水下庞大的仓库，货架上堆满了防水物资箱。我让罗宁先上去，独自返回水下。除了任务物资，我还拿了许多福利。忙活完，我回到快艇上，内心美滋滋。这一波收获巨大。回到基地，在空旷仓库里，我将海量物资成堆地取出。罗大川激动地上前握住我的手，再次问起那个老问题。罗帅，我已经有女朋友了，不好意思啊。在罗帅的办公室，我申请明天跟随救援队外出。可以，但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明天我会和救援队打招呼。离开后，我回到地区，想起一直想请林赞泽吃饭，便打了电话。我提着给林小云准备的零食，在中庭等到了林赞泽一家。小云，这就是我跟你提过的林夏叔叔了。我把零食递给林小云。林赞泽一开始坚决不收。大哥，这是给小云的，听林叔叔的就行。林赞泽最终接受了我的好意，并介绍了他的妻子于丽。在我的坚持下，我们4人来到了 L20食堂，正值饭点，人很多。我刷手环时，打饭阿姨看到符号，惊讶的勺子都掉了。我们端着堆成小山的饭菜回到座位，立刻引起了周围人的不满，抱怨声越来越大，甚至有人掀了饭菜。林赞泽一家非常尴尬。村长张明月赶到，了解情况后，他径直朝我走来，出乎所有人意料。张明月走到我面前，立刻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。我无奈起身和他握手。他凑近小声询问该如何解释。张明月向众人解释待遇与贡献挂钩，平息了风波。不好意思，是我小人之心了，
没事，有顾虑是正常的。现在放心，吃吧。谢谢林叔叔，我也不客气了。我吃不完，爸爸会吃完的。林赞泽被女儿的话噎了一下，原来饭菜太多也是一种负担。突发的小风波没有影响我们吃饭的心情。林赞泽一家已经3天没吃到像样的饭菜了，我能感觉到他们对我很好奇，但猜到我的身份需要保密，所以没主动问。相反，我直接问了他不少问题。得知他曾经是金陵城有名的心理医生，他说他1个月净收入大约30到60万，高低看心情。而我月收入才刚过2万，人比人气倒下人。但一顿饭下来，气氛其乐融融。林小云也和我熟络起来。晚饭后，我回到金丰大厦，了解林赞泽的职业后，我想帮他谋个稳定的工作，因为我想到了严氏、严成2兄弟。每次想起他们，我都有些意难平。明明可以避免的悲剧，却因我的疏忽葬送了2兄弟的性命。我不想这样的事再次发生。我要帮助亲近的人，让他们更好的活下去。第2天早餐时，我把洛远和苏曼他们叫到一起，详细介绍了基地的情况。我不去，这里挺好，我跟着林哥，你搬过去我再考虑。你去我就去，你不去我就不去。苏清月也小声说跟着我。苏曼无奈叹气，最终决定跟着女儿。处理好这件事，我利用空间之门来到基地 B 区，准备参与救援工作。我赶往城西郊的西垛村，那里一栋6层办公楼泡在水里，幸存者在楼顶。突然，一个妇人背后她的孙子滑进水里了，几名战士立刻扎入水中。我一跃跳上房顶，走到妇人面前，让她仔细回想孩子刚才的位置。有了大概范围，我直接跳进水中，迅速下潜寻找。很快，我看到不远处有个大胖小子，我立刻游过去，将他拖出水面。众人合力接过孩子进行急救。几分钟后，小胖子终于吐出一口浊水。西垛村的救援告一段落，136名村民获救，但战士们已见惯了生死，情绪平静。一个上午的经历让我感触很深。我清楚基地的物资撑不了几天，于是下午我直接向韩帅申请了特别任务，利用空间能力收集水下物资。韩栋深受感动，立刻调出所有仓库坐标，并召回罗宁配合我行动。下午，我和罗宁驾驶快艇出发。第1站水下仓库收获了大量粮食和医疗品，接着是第3站的燃料仓库。我用了2个多小时搬空了其中2个。天色已暗，在罗宁坚持下，我们开始返航。回去的路上，他有些担心我。林夏，你太拼了，注意身体。我安慰他没事，并觉得今天很充实。但罗宁却对未来的物资供给感到忧虑，管不了那么多。总之，我们努力过，到最后那一刻也没遗憾。罗宁沉默后点头，说坚持才有希望。我坚信于总会停的，并递给他一根棒棒糖。回到基地，我将空间里的物资全部搬出，填满了韩帅准备好的巨大仓库。林夏，我代表获救灾民谢谢你，这些物资真是及时雨。随后，我向韩帅提出了另一个重要建议，必须重视人们的心理健康问题。我推荐了灾民中的心理医生林赞泽。韩帅记下名字，表示晚上就安排。离开后，我找到林赞泽，告诉他基地将推出心理健康咨询，并推荐了他。林赞泽非常激动，真心道谢。我给了他一些工作建议后，便离开了。整理好思路后，林赞泽兴奋地找到妻子于丽，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。林夏帮我安排工作了，是心理健康咨询，简直是量身定做。于丽也高兴地跳了起来。夫妻俩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希望。一大早我就去了金顶山基地，罗帅告诉我物资已转移，今天开始运送灾民。受罗大川邀请，我参观了改造后的战舰，站在他面前才知他有多庞大。走进船舱，我想到为何不多调集船只，罗大川却道出基地的困境，就算有更多船只，基地也没能力接管了。现在只能祈祷雨快点停。我沉默了，我忽略了管理的问题，这让我突然想到了徐伟婵。参观完，我叫上罗宁继续打捞物资。一上午，基地仓库再次被填满。说来奇怪，
我感觉到一股莫名其妙的积极性，就是想做出自己的贡献。与此同时，林赞则一整天坐立不安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工作的事是真的。考虑清楚了吗？只要你答应我的条件，你老公的工作我来安排。对不起，你的提议我没有任何兴趣。我和我老公还有事要谈，请你离开。刘洋笑着离开，留下威胁。就在这时，林赞泽的电话响了，是张明月通知他去办公室商谈工作。夫妻二人兴奋不已，刘洋被抛在脑后。傍晚，疲惫的我回到 L 4，我打算找吴飞黄吃饭，顺便帮他安排工作。食堂里，我看到了刘洋，他正和一个中年男人及一个漂亮女生吃饭。刘少可以去打听一下林夏，刘少灭了他的那天，就是我搬进你单间的日子。就在这时，陈婷婷的笑容突然僵在脸上，她身体开始微微颤抖。我也看到了她，她对面坐着的青年眼神满是欲望。我的眼神冷了下来，当即，我如利器锋一般的眼神看向陈婷婷，那是恶魔的眼神。我没有发出声音，但陈婷婷却似乎听到了命令，那是来自灵魂深处的命令。她猛起身，不顾父亲和刘洋，微微颤抖着走向我，像一个做错事的仆人。看到陈婷婷胆战地走来，我冷着脸转身去打饭。我只打了2份饭，一份自己的，一份是吴飞黄的。我们坐下吃饭，根本没理陈婷婷，就像她不存在。婷婷，你怎么了？你认识他们？不关你们的事，你们滚啊！离开这里。我感觉得到，他打心底里害怕刘洋惹怒我。挺拽啊！告诉我名字，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能耐。我抬头看了刘洋一眼，准确说，只是余光瞄了一下。我一把抓住刘洋的头发，狠狠把他的头按在桌面上。把你的袜子脱给我。陈婷婷没有任何犹豫，迅速脱下袜子放在我手上。我二话不说，粗暴地把袜子塞进刘洋嘴里。刘洋呜了几声，灰溜溜逃了。晚饭后，我朝第38单间走去。进了房间，我关上门。陈婷婷的心跳越来越快。今天这样的情景，我不希望看到第2次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提着她，看着她涨红的脸，邪恶地说着话。2个多小时后，我沉沉睡着。陈婷婷蜷缩在床角，她内心挣扎了近45分钟，突然头痛欲裂喊了出来。黑夜中，我缓缓睁开了眼，几秒后又再次闭上。清晨醒来，疲惫一扫而空。我看到陈婷婷蜷缩在椅子上睡了一夜，我轻轻把她放平躺好，这才注意到这间小屋虽然狭小，但收拾得很用心。我踢开她的旧行李箱，里面没多少衣物，只有一堆碎布，她身上的衣服也破了。我默默回到自己房间，从空间里取出一堆女装和鞋子，装进一个纸箱，然后我捧着箱子来到38号单间门口，尴尬地发现自己进不去了，只能敲门。这些你收着，不合适的话回头告诉我。我把箱子塞到他手上，转身就走。等陈婷婷偏头看去，我已经不见了。我离开后来到 B 区科研区，白居深白大爷在这里研究水培作物和人工光合作用。我在想，重生一回，还有这么强的金手指，如果只顾自己有什么意义？既然韩栋和罗大川已经知道我的特殊，我也不在乎多表现一些价值。感谢你啊，罗帅说了你的事，你为基地做了大贡献。小伙子，好样的！我点点头，转而郑重地问道：白大爷，我有个问题请教你，如果有一件事对全人类都有利，但我无法解释，那我应该去做吗？如果对所有人都有利，那就放心大胆去做。应该是所有人歌颂你，而不是让你解释。有了白老的鼓励，我心中底气足了几分。我继续问他关于人工光合作用研究的真实看法。如果有一种技术能让作物不再需要光合作用，是不是就能解决难题？我直言，我有一批这样的种子，还有能缩短种植周期的特殊土壤，但我解释不了来源。我明白了，每个人都有秘密，种子和土壤放心给我，我研究后才能给你答复。白居深说，只要他们真的那么神奇，你就是全人类的英雄。有了从未听闻的土壤和种子，白居深顾不上多说，拿着东西就匆匆进了实验室。回到地区 L4，
我立刻感觉到有人在暗中注视我，不用猜，肯定是昨晚吃瘪的刘洋。据说他在基地很有能量，今天不废他一只胳膊，我就不姓刘。4个人围了上来，用尖锐物件抵住我的腰。哥们，还记得我吗？当然记得。对了，我女朋友袜子的味道怎么样？刘洋被我激怒，下令动手，但几秒后，他的手下全躺下了。好像你该改个名字了。把我女朋友的袜子还给我。刘洋拿不出袜子，下一秒就被我击倒在地。我蹲下逼问，这才明白刘洋只是个利用信息差骗人的骗子，警告他别再行骗后，我回到了金丰大厦。我看到女友乔欣欣一脸疲惫地坐在客厅，像是一夜没睡。不用说对不起，安全回来就好。安抚好欣欣后，我开始思考如何利用黑土和种子帮助灾民。这时白老传来消息，试验结果出来了，让我立刻过去。这是我做过最神奇的一次试验，黑土和种子大大出乎意料。白老告诉我，黑土不仅能自己种植，还能转化普通土壤。你手中的黑土能转化出数万立方土壤，实现大量种植。我十分高兴，这意味着我的想法真能实现。我当即把自己的种植计划告诉白老，他答应全力配合。大雨未停，生活进入稳定阶段。我每天帮基地做事，并用空间能力挽救了不少物资。把黑土交给白老的第5天，终于传来了好消息。我们向韩帅汇报了灾民种植计划。白老，黑土和种子真的可以在室内种植，没有阳光作物怎么生长？总长，以目前实验数据来看，这个计划完全可行。我提议先找一个地方作为试验点，韩帅最终同意了。于是我们开始全力投入。得知室内可以种植，灾民们眼中的倒下气消散了，微微有了希望的光芒。韩帅也亲自来视察，看到井井有条的试验点，他很满意，但仍关心作物的安全性。白老保证作物营养丰富且安全。韩帅当即决定，只要生长情况良好，就趁早推广。回到酒店99层，乔欣欣兴奋地扑了上来，她为种植计划带来的希望感到无比开心。我把骆远、苏曼、苏清月叫来开会，我叮嘱骆远注意种植人员的安全，人心隔肚皮。我又建议苏清月去基地发挥她的技术特长，她眼睛一亮，立刻答应了。苏曼考虑后，决定和女儿一起去基地。我顺势邀请乔欣欣和骆远也一起去。既然大家都去基地，我为他们争取了地区的住所，安排需要时间，不急。几天后，在地区 L4食堂，吴飞黄遇到了状态很好的陈婷婷，她似乎有心事。陈婷婷向吴飞黄道歉后，终于问出了真正想问的：这几天看到林夏了吗？这时，食堂门口进来了几个人，其中一个是陈婷婷的闺蜜安茜。安茜像看陌生人一样无视了陈婷婷。陈婷婷面露尴尬，默默回到了座位。角落里的安茜和同伴低声交谈。戴眼镜的彭燕对陈婷婷产生了兴趣。安茜警告彭燕，陈婷婷有个很厉害的朋友，在基地能量很大，不要节外生枝。但彭燕只是笑了笑，觉得安茜的反应反常，她打算汇报后再做决定。我回到基地，看到了林赞泽的留言，说陈婷婷找我，她居然不怕我了，这让我有些猜不透。左右无事，我便去敲了陈婷婷的门，但里面没人应。同一时间，陈婷婷在 L4中庭警惕地看着眼前的男人彭燕。安茜早就不生你的气了，你们是闺蜜，没什么说不开的事。彭燕的书生气让陈婷婷放松了警惕，她提议去她房间叫安茜来聊聊。陈婷婷虽然担心，但还是跟着彭燕去了 L16层的房间。彭燕拿出零食饮料，让她稍等，自己则出门去叫安茜，但她没走，就在门口等着。几分钟后，她再次打开了门。屋内，陈婷婷已倒在床上，饮料只喝了一小口。彭燕眼睛后的眼睛闪着斜光，她开始准备绳子和道具。就在这时，敲门声急促响起。彭燕皱眉，打开一条门缝：“你让开，婷婷是不是在里面？”“放心，我不会把她怎么样。你过1个小时来接她就行。”没有你哥安明一点头。你以为我会这么做吗？安茜愣住了。彭燕说完，便砰地关上了门。
他急得不停敲门，但毫无用处。找官方介入会更复杂。突然，安茜想起了我，她当即转身冲了出去。我回到基地，收到林赞泽的留言：陈婷婷找我，她明明很怕我，为何主动找我？难道是美人计？我敲响陈婷婷的房门，但里面毫无动静。同一时间，陈婷婷在 L4 中庭遇到了安茜的朋友彭燕。安茜早就不生你气了，只是食堂人多，她慌乱罢了。去我房间吧，我帮你叫安茜过来，你们好好聊聊。陈婷婷犹豫了，但想到她是安茜的朋友，最终跟了上去。在 L16 房间，彭燕递给她一瓶饮料，借口去叫安茜，便离开了。几分钟后，彭燕返回，发现陈婷婷已倒在床上昏迷不醒，她正拿出绳子准备动手。门外突然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。你让开，婷婷是不是在里面？放心，我不会把她怎么样，你过1个小时来接她就行。他是我朋友，别逼我去找我哥。没有你哥点头，你以为我会这么做吗？安茜愣住了，彭燕的话让她明白，哥哥安明义竟是幕后支持者。砰的一声，门被关上。安茜焦急地敲门，但毫无用处。找官方没用，只会激怒安明义。突然，他想到了一个人，对，去找他。安茜立刻转身，朝着我的方向冲了出去。我刚冲出单间区，就与一个冷脸男人擦肩而过。我知道，他就是陈婷婷那个神秘朋友。我默默跟在他后面，心里很生气。陈婷婷竟敢如此明目张胆。我明明警告过他。彭燕刚把昏迷的陈婷婷捆好，房门就被敲响了。他以为是安茜，不耐烦地拉开门。安茜，你别开，你是谁？我甚至没看他，左手猛地一推，彭燕骇然发现自己根本抵挡不住这股巨力，房门被彻底推开。我看到被绑着的陈婷婷，脸色彻底冷了下来。解开她，彭燕不敢有丝毫犹豫，立刻上前解开绳子。他终于亲身体会到了安茜说的厉害，确认陈婷婷呼吸平稳，我心里稍安。然后我让彭燕说明一下情况，彭燕只说见色起意，保证没有下次。我只是微微一笑。我突然上前，准确无误地踹在彭燕裆部，力道精准，既废了她，又不会踢倒下。彭燕痛苦哀嚎，心灰意冷之下，抽出蝴蝶利器，猛然冲向我。我不屑一笑，只是简单伸手，束缚星链发动，彭燕瞬间被捆成一根棍子倒下。你现在只是一个废人，别逼我把你变成倒下人。彭燕意识到我的不一般，甚至想到了超能力，他最终果断认怂。我收回束缚星链，起身走到床边，拍了拍陈婷婷的脸，叫她醒醒。陈婷婷悠悠转醒，视线恢复后，她终于看清眼前的人是我。你没事吧？听到我的声音，陈婷婷意外镇定了下来，她像做错事的孩子，小心翼翼抱住了我。陈婷婷情绪平复后，我立刻问她为什么会跟彭燕来这里。我不认识他，他说是安茜的朋友，能帮我约安茜解释误会。她微微颤抖，是真的害怕我误会。我抬手指向门外，门外站着的正是安茜。她看到我们，慌乱地冲了进来。婷婷别误会，我是来救你的，只是失败了，刚想去通知他。我回忆刚才安茜焦急的神情，向陈婷婷微微点头，为她作证。陈婷婷选择相信。我转而质问安茜，彭燕是否真是她朋友？我认识他，他叫彭燕，比较好色，但我没想到他会这么做。我转向彭燕，警告她报仇冲我来，但若敢动陈婷婷，后果自负。我不敢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我牵起陈婷婷的手离开，安茜追了出来，在走廊喊住我们。我让陈婷婷留下和安茜谈谈，自己走到前面等待，两人和好。安茜冷脸回到房间，警告彭燕的冲动可能破坏他们的大计划。彭燕意识到我在基地的能量可能威胁计划，复仇的执念更深。后来，我带着陈婷婷来到 L16 中庭参加林赞泽的讲座。讲座结束，林赞泽和吴飞黄过来，我感谢他们今天的通知。您别客气，他是您的朋友，就是我们的朋友，互相帮助应该的。我微微点头，内心清楚，陈婷婷已被我列为私人所属。安明义据点内气氛阴沉，彭燕正向他汇报
今天与我冲突的经过。老大，如果我们不及时采取措施，随时都可能被基地官方盯上。安敏义对我的力量表示怀疑，认为彭燕的描述太过匪夷所思。他决定让手下的打手阿龙，也就是苗破兰，去试探我的虚实。苗破兰听到我的名字时，心中一惊，这正是他想要提醒的人。好的，我明白了。另一边，我把陈婷婷送回了地区 L4的单间区。婷婷，你过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你和他谈恋爱了。陈冠宏苦口婆心地劝女儿，说给他物色了一个基地特战队的队长。不见，你忘了上次那个刘杰了？陈婷婷果断拒绝后，跑回我身边。他父亲沉着脸走过来警告我：“这么厉害啊！下次你看到他，就告诉他，你女儿是林夏的女人。”说完，我拉着陈婷婷走进她的房间，没让陈冠宏进来。房间里，陈婷婷瞬间紧张起来。我沉声质问她的轻率行为。我错了，下次再也不敢了。我保证没有下次了。做错事就得接受惩罚，这一次也不能例外。2个小时后，惩罚结束，我走出房门，却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是苗破兰。她果然来了，看来安明义那边已经有所行动。深夜，苗破兰在基地外等我，说有重要情况汇报，是安明义安排我出来的。他是彭燕的大哥，他告诉我，安明义控制着 L1设备间，并谋划对基地不利。林哥，安明义可能是境外敌对势力。我听到他说外语，我意识到事态严重，让他先稳住安明义，然后立即上报基地。在 A 区指挥室，我将情况汇报给韩栋，他让我不要插手。我明白基地会处理，便回到金峰大厦，让乔欣欣做好准备。入夜后，我在基地房间休息，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心悸，紧接着一声巨响撕裂了夜晚的宁静，整个基地剧烈震动，是爆炸。安明义动手了。我立刻想到最近的陈婷婷。林夏，快跑，这里好像要塌了。又是一连串爆炸，整个山体开始塌方，中庭陷入一片混乱，顾不上隐藏了。我扛起陈婷婷回到房间，打开了空间之门。下一秒，我们出现在金峰大厦豪华的总统套房里。林夏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基地受到袭击，你帮忙照看他，我得回去救人。说完，我再次踏入空间之门，消失在原地，返回那危险的基地。我从空间之门回到金顶山基地，眼前已是一片狼藉。我立刻冲出房间，碎石不断掉落，但我有护盾卡牌。地区宿舍已成废墟，哀嚎四起。我决定先找吴飞黄。我冲进宿舍，发现后半段已被彻底掩埋。吴飞黄没有回应，我心中悲痛，但时间紧迫，必须去找林赞泽。电梯瘫痪，我冲向楼梯，楼梯千疮百孔，我直接跃起，一对黑色巨大羽翼从我背后展开，我飞向高层。到达 L2时，这里被落石砸得面目全非，我几乎不抱希望。突然，一阵熟悉的哭声引起了我的注意，是林小云。我卸下变形的房门，看到林赞泽一家，只有林小云还能出声。爸爸妈妈为了救我，被石头砸到了。他哭得几乎晕厥。我打开空间之门，将他送到安全的地方。我再次回到基地，直奔 C 区底层找苗破兰。到达 C 区，我的心沉了下去。这里受损比地区严重得多。电话响了，是韩帅，他声音自责，解释了悲剧的缘由。抓捕顺序的偏差，导致了这场无法挽回的灾难。金顶山基地就算能保住，也无法再庇护任何人了。我在 C 区一路向下，但到了 L8就无法前进了，空间彻底坍塌，里面的人生还希望渺茫。我叹了口气，即便看惯了生死，此刻仍不免忧伤，但必须收拾心情，帮助被困灾民转移。忙了3天3夜，饶是我身体异于常人，也有些吃不消。终于，我回到了金峰大厦。大家都散了吧，让他先休息。再大的事也得等他休息好再说。我一觉睡了10多个小时，醒来已是深夜。乔欣欣立刻醒来，从身后温柔抱住我。饿了吧？我去给你弄点吃的。我起身，从空间里拿出食物。乔欣欣披上衣服，在我对面坐下。
看着我狼吞虎咽。基地那边怎么样了？我告诉他情况不好，伤亡惨重。提到陈婷婷，我刚想说话，乔欣欣就主动表示理解。我握住她的手，既然她理解，我索性做个大猪蹄子，日后我会对他们负责。翌日，大家聚集在一起，我问陈婷婷和林小云是否熟悉了这里。林夏，我爸爸他……我微微摇头，表示没有他爸爸的消息。提到这个，林小云突然哭了起来。小云，你要替他们好好活着，我想他们也不希望看到你一直悲伤。林小云抹掉眼泪，哽咽点头。这时我站了起来，看着面前所有人，一直以来有件事瞒着大家，实际上我是一名重生者。这句话并未引起太大反响，唯一意外的是林小云。小丫头一脸惊讶，作为重生者，我获得了一个神奇的空间，比如这样。这下除了乔欣欣，所有人都有些惊讶了。我告诉大家，物资不是问题。最后，我宣布洛远是大管家，并希望大家都能坚持到雨停，一直活下去。最近，洛远对金峰大厦的改造不遗余力，我提供了一些神奇设备，让他如鱼得水。店里恢复了，电梯也投入了使用，每层都有了取水点，生活便利程度大大提升。苏清月配合洛远建成了内部广播系统，乔欣欣则提供了影视资源，丰富了大家的娱乐。总之，那段时间大家都没闲着，都想方设法让金峰大厦越来越适宜长久生活。是时候制定一套贡献点制度了。您的意思是付出才有回报，防止有人变得懒惰？我点头表示赞同。洛远立刻提出了他的想法，使用实物代币来替代复杂的贡献点系统。林哥，像楼下做室内种植的种子，你有多少种子？我眼睛一亮，礼包里的种子种类和数量都很多，刚好可以分开不同的面值。于是我们决定用种子作为代币。我要求洛远制定详细的规则，惩处部分一定要集中。洛远开始忙碌起来，为了制度更完善，他征询了很多人的意见，尤其是苏曼的。同样苦恼的还有苏清月。现在我天天能看见，可又多了一个陈婷婷，让他很不爽。小丫头逮着机会就赖在我身边，心里盘算着怎么把自己送出去，比如悄悄摸到我床上去。苏妈也苦恼，她抵触我这种三心二意的男人，却又明白我是女儿生存的保障。相比而言，我这边反而简单了许多。陈婷婷表现得像我的专属女佣，十分听话，她对乔欣欣也十分客气，没有任何敌意。我反而因此生出一丝对她的怜爱。最让我得意的是，晚上我能体验到3次翻牌的乐趣了，快乐加倍。末世的日子很慢，我掌控着金峰大厦，打发着时间。洛远制定的代币制度，不配合的人很快就被我处理了。林哥，苗破兰来了，不过他的情况不太好。苗破兰还活着。我立刻起身，跟着洛远去看他。在35楼的标间，我见到了奄奄一息的苗破兰。我突然意识到，我们几百号人里，竟然一个医生都没有。我只学过急救，他可能是感染了，需要专业医生。我让乔欣欣照顾他，医生的事我来解决。我找到一个角落，释放空间之门，回到了金顶山基地。基地地区 L4 的伤员状况更糟了，没有药品，很多人倒下。我对着人群大喊，这里有没有专业医生？一旦录用，包吃包住。可惜一连几层都没有找到真正的医生。直到 L13，我终于看到了希望。一个身影在伤员间忙碌穿梭，我走近才发现，她是个很年轻漂亮的女医生。你好，有一个伤员需要紧急救治，你能跟我走一趟吗？我承诺提供安定的住所和充足的食物，相信没人能拒绝。抱歉，这里的病人我已经照顾不来了，无法离开。我愣住了，这种时候竟然有人拒绝了我的邀请。末世之下，没人敢保证包吃包住，更何况是我这个陌生人。抱歉，这里有很多伤员需要我，我不能离开。他的真诚让我意外，于是我退一步，请他先看看我朋友。我朋友的命也是命，而且耽误不了你多少时间。裴小雨终于松口了，我带着他走向角落，并互相介绍了名字。在一个无人的角落，我抬手释放了空间之门。裴小雨正懵着，我抓住他的手，
两人一同跨入了光门。瞬息之后，我们出现在金峰大厦顶层的总统套房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刚才我们是穿越了空间。我简单解释后，立刻领着他下楼。电梯正常运行的景象再次震撼了他。来到安置朋友的房间，裴小雨收敛心神，开始检查苗破兰的伤势。他感染严重，需要大量抗生素，但现在根本找不到。你只需要告诉我需要什么，弄不弄得到是我的事。裴小雨没好气地说出了一串药品名，我记下后，让他等我5分钟。我找到一个无人角落，从空间取出所需物资，核对后抱着箱子返回。当我把一整箱医疗物资放在裴小雨面前时，他彻底被震撼了。确认物资齐全后，裴小雨立刻开始手术，并命令我给他打下手。伤口处理完毕，裴小雨写下服药方法交给我，然后要求送他回去。离开的路上，我再次向裴医生发出邀请：裴医生，考不考虑来我这里？条件随便你开。裴小雨承认他心动了，这里的空气比压抑的基地好太多，但他很为难，无法对基地的病人不管不顾，我反而更想留下他了。于是我拿出诚意，提议他留下，兼顾两边，我负责接送。就在他犹豫时，一个熟悉的声音让他停住了脚步。裴姐姐。林小云扑进裴医生怀里，哭着说起父母。裴医生温柔地安慰她：姐姐，你能不能留下来？求求你了。裴小雨内心挣扎，她喜欢小云，也感念林医生的恩情。最终，她抬头看了我一眼，感受到了我的诚意和这里的吸引力。好吧，我留下。林小云开心地笑了，还问我能不能和裴姐姐住一个房间。我爽快答应，心里感谢这小丫头，然后让小云带裴医生去挑房间。我回到苗破兰的房间，乔欣欣立刻询问起裴医生的来历。你从哪找来的医生啊？那么年轻，还那么漂亮。我解释是从基地找的专业医生，但乔欣欣的眼神写满了不信。这时，陈婷婷端着水出来，她的话总是无条件的支持我。欣欣姐，能被林夏看上，不应该是裴医生的福分吗？乔欣欣心里叹气，她自己又何尝不是呢？只是反应不同罢了。苗破兰醒了，她的体质异于常人，第2天就下床了。我很好奇，她是怎么从被炸成废墟的 C 区活下来的。安明义在 C 区地下打通了隧道，我就是从那儿逃出来的。他逃到临时避难所的战舰上，伤势太重，最后他赌了一把，来到了金峰大厦，好好养伤。好了，有任务给你。我拿出大量物资，让乔欣欣分类定价。清单公布后引起了轰动，灾民们努力工作就能兑换物资。短短几天，金峰大厦的基本制度已经成型，我自然是这个小型社会体系顶端的那个。金峰大厦的人随你挑，给我建一支有素质的安保队伍。骆远对这个决定有些不解，他觉得内部管理已上正轨，安保不用投入太多，但我不这么想。大禹淘汰了弱者，剩下的都是狠人。楼下的灾民需要保护，安排好事宜。我把核心人员聚在了总统套房，大家简单认识后，都看向我。今天把大家聚起来，主题是庆功，感谢各位的付出。我说完，乔欣欣微笑着推出一辆餐车，所有人的眼睛瞬间瞪大。餐车上有烤鱼、烧烤、火锅和各种菜肴。裴小雨伸长了脖子，狂咽口水。林夏，我服了，你这是从哪儿弄来的？大家不用客气。不够，还有。欢呼声瞬间响起。这一刻，金峰大厦充满了希望与温暖。所有人都看着我，等我先动筷子，乔欣欣已经把菜都端上了桌，我便戏法般拿出各种美酒。陈婷婷乖巧的起身帮我开酒倒酒，我举杯，只说2个字：坚持。众人齐声响应。夜色中灯火通明，宴席散后一片狼藉，所有人都醉了，除了我。我得收拾残局。我先把乔欣欣和陈婷婷抱到主卧床上安顿好，他们睡得很沉。接着把洛远和苗破兰架到隔壁套房，最后剩下苏曼母女和裴小雨。我把裴小雨安顿在客卧，然后走向苏清月。苏曼却突然跌向一旁，
我眼疾手快拖住苏曼，索性拦腰抱起她，走向他们自己的房间。在房间放下苏曼，刚要起身，却被他一把环住脖子，红唇印了上来。林夏，洛源喜欢我，我就要喜欢他吗？那我喜欢你，你呢？我愣住了，印象中他一直提防我，此刻我不再虚伪，迎头痛击。夜色渐深，苏清月醒来，发现大家都被安顿好，唯独不见我。他担心我着凉，四处寻找，最后走向自己房间，却在门口停住。房间里传来让他脸红的声音，世界仿佛瞬间崩塌。他跌坐在地。原来林夏喜欢妈妈，可他为什么不喜欢我呢？妈妈也一直隐藏感情吗？不知过了多久，房间里的声音停止了。苏清月再次抬起头，林夏已经有欣欣姐他们了，那是不是也可以多我一个？争取自己喜欢的人，没有任何不对。他在心中给自己打气。他踮着脚，悄无声息地走进了房间，月光洒在他的背影上。我知道有人走进了房间，这个时候会来的只有苏清月。我思来想去，决定装睡，解释等明天再说。我听到苏清月蹑手蹑脚走到床边，她停顿了一会儿，接着是一阵吸吸堵吸的声音。我靠，她在干嘛？脱衣服，薄毯被掀开，一个滚烫的存在压了上来。我选择了迎战。第二天一早，我精神饱满地爬起来，走到落地窗前，伸懒腰，刚转身却猛地转了回去。雨停了，窗户上还挂着雨水，下了整整50天的大雨，真的停了。我激动地打开窗户。你在干嘛？你没发现什么不一样吗？乔欣欣盯着我看了几秒，脸色一下子通红，骂了句流氓。我无语，让他看窗外，他这才向外看去，随后惊喜地惊叫起来，叫声吵醒了陈婷婷。她小跑过来，确定雨停后，忍不住哭了起来。我只好揽过两人安慰。过了一会儿，乔欣欣红着脸推我去穿衣服。我们三人出门，刚好看到裴小雨从客卧出来，她为昨天喝多道歉时，雨停了。裴小雨一愣，随即冲向阳台，随后传来了她的惊叫声。这时套房的门铃响了，乔欣欣过去开门，门外站着洛远和苗破兰，他们身后苏曼和苏清月都脸色殷红的远远站着。我把众人迎进来，我主动上前，不由分说拉起苏曼和苏清月的手，牵着他们走进来。刚才还激动的洛远一下子止住了哭声，脸色发白的看着我的手。唉，果然，我内心轻叹，那层窗户纸昨天被彻底捅破了。祝福吧，还能怎样呢？他们喜欢的男人毕竟是我。雨停了，但众人的话题很快从八卦转向了未来的担忧。我默默思考，积水可能成为常态，但我不愿离开经营好的大厦。突然，洛远的对讲机响了，18楼有情况。我马上来。不久，我收到了洛远发来的照片，是一条长相凶悍的怪鱼，看起来好凶哦。我心中升起危机感。大雨和怪鱼出现的太巧了。我们赶到18楼，众人让开。我看到了那条巨大的怪鱼。洛远告诉我，是有人打水时被他从水里跳出来袭击了。我心中警铃大作，如果雨水有问题，那饮用它的大家就危险了。众人散去后，我从空间取出一块猪肉，扔出窗外做实验。乔欣欣等人凑到窗边，盯着下沉的猪肉。我的视力远超常人，一片巨大的阴影正快速上浮。我脸色一变，迅速出手，离开窗边。话音刚落，无数怪鱼跃出水面，向窗户发起了攻击。我反应最快，拉上了窗户。怪鱼撞在玻璃上，发出啪啪声，但玻璃承受不住冲击，哗啦一声破碎了。更可怕的是，落地的怪鱼竟能在地面滑行，朝我们撕咬过来。女生的惊叫声在走廊里响起，危机彻底爆发了。暴雨刚停，大厦走廊里就充满了积水，无数怪鱼从水中窜出，疯狂攻击人类。乔欣欣和陈婷婷吓得惊叫起来，洛远也狼狈地躲避。怪鱼数量太多了，就在那一刻，我动了，手中瞬间凝聚出一柄通体漆黑的双手剑。洛远，接住！我的身影消失在原地，下一刻已出现在2个女孩身边，剑光横扫，怪鱼纷纷炸裂。
乔欣欣和陈婷婷看着我，眼中充满了安全感和崇拜。洛远也扫清了道路。林夏哥哥，这些是什么鱼啊？太可怕了！我抓起一条怪鱼尸体和一条活的，离开了大厦，心中充满不祥的预感。当我赶到金顶山基地时，立刻闻到了浓重的血腥味，废墟里到处都是血迹。接着，我看到了一具被撕咬得支离破碎的尸体。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突然，我听到了凌乱的脚步声，循声看去，一群面目狰狞的人正朝我冲来，是丧尸。黑色双手剑再次出现，凌厉的剑气瞬间将前排丧尸切成两段。我发现爆头才能彻底解决他们，这让我想起了那些怪鱼，难道都是变异？楼层情况都差不多，我索性展开虚空之翼，直接向上飞去，飞到有直升机通道的楼层。我终于发现了幸存者，他们躲在一块巨石上。你是谁？别过来，别怕，我是人。我这里有些食物和水。众人这才松了口气，感激地接过食物。等他们稍微平静，我开始询问基地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为什么这些人会变成这样？幸存者们回忆，今早一名幸存者突然倒下，皮肤溃烂，口鼻渗血，好心人上前帮忙，却被咬了一口。很快，被咬者也发生了变异，他们彻底转变，开始疯狂攻击其他人。被咬伤者短时间内就会变异。听完讲述，我心里不是滋味，这玩意就是丧尸。但成因让我困惑。告别幸存者，我飞出基地，前往 A 区，那里有专业的检测设备。我找到山腰平台的隐蔽摄像头，站在镜头前，用力挥舞了几下手臂。A 区作战指挥室里，韩栋正为粮食和能源问题发愁。军师突然报告：林顾问正在3号出口外。韩栋一把抓过平板，看到我还活着，既惊讶又疑惑。韩帅，要不我带一队人去把他接过来？不行，太危险了，怪物数量太多，让他自行离开吧。此时，军师发现我在摄像头前写字，我写下尽管开，我能轻松击败进去。韩栋犹豫不决，他深知我的价值，也担忧据点的存粮和能源危机。最终，他做出决定，命令罗宁带人接应，并打开了3号出口。洞口打开，我取出双手剑，展开黑色羽翼，一跃而下进入通道。我落在 A 区内部的直升机平台，外面走廊里游荡着大量丧尸。我本想战斗，但想到韩栋可能在监控，直接突击败变异战士不妥，于是我再次张开虚空之翼，直接飞了起来，越过所有丧尸。作战指挥室里，韩栋和操作员都愣住了，不敢相信眼前的画面。这他娘的鸟人啊！我带着3名战士在内部通道尝试突围，但变异的丧尸战士太多了，罗队太多了，我们怕是冲不出去。我知道，打开这道门，我们将面对数十个丧尸，但这是必经之路。检查弹药，我们试一下，如果不行，立刻撤退。我打开隔离门，动静立刻吸引了所有丧尸，他们疯狂地冲了过来。我们4人并肩作战，枪声不断，但声音引来了更多丧尸。我们全力向出口突围，但拐过最后一个弯时，我的心凉了，撤不了了。刚才追求速度，后路也被堵上了，弹药耗尽，距离出口仅剩20米。大刚他们抽出匕首，将我护在中间。我知道这就是最后时刻了。我对没能带他们回去感到自责。罗队，如果有来生，我大刚还要跟着你。我握紧匕首，对准自己的脖子。我们宁愿死，也不愿变成怪物。突然，一阵罡风吹来，逼近的丧尸头颅齐齐落地。林夏出现了。林夏只说了句等我一会儿，便如击败神般杀入丧尸群。我受伤了，我带你去找江博士，哪怕希望渺茫也不准放弃，这是命令。不要再为了我浪费江博士的时间和精力了，所有的希望都在他身上。行了，一个大男人啰里吧嗦的，谁说你会死了？罗宁紧张地问我，是否有办法救被咬伤的大刚？我坦言不确定，但手中有一枚驱除负面状态的药丸。我捏住大刚下巴，让他吞下药丸。他还没反应过来，药已化开。林顾问，你给我吃的是什么？我告诉他，应该能阻止变成丧尸，然后转身带大家回指挥室。路上零散丧尸被我随手击败，我能感受到
身后众人目光中的震撼。回到指挥室，韩栋看我的眼神像看怪物，让我有点发毛。你身上的秘密太多了，不过你没事就好。韩栋说，只要我心系家国便是幸事。我心中苦笑，如今哪还有家国？我告诉韩栋，地区情况很糟，幸存者几乎都变成了丧尸。韩栋愤怒地捶了下桌子。我询问研究室能否检测变异原因，韩栋说江博士正在研究，但急需弹药去营救其他幸存者。我接下任务，并坚持独自前往。韩栋想到我会飞，便不再坚持。我离开指挥室，来到丧尸聚集的中庭。我嫌麻烦，不打算全部清理。接着，我展开能力，直接飞离了地面。指挥室里，罗宁看到我飞起来，震惊不已。韩栋则说我是特例，零下是特例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他也是怪物。韩栋突然问起大刚的情况。罗宁通过通讯询问后，得到了好消息。大刚不仅没有变异，伤势痊愈，甚至感觉比之前更强壮了。临时据点休息室里，大刚正趴在地上做俯卧撑，已经超过100个了。你这样不行，伤好了也不能剧烈运动。没事，我觉得状态特别好，比受伤前还好。小看护一跺脚走了出去。大刚一边做一边思考自己变化的原因，最有可能的就是我给的那颗药丸。那药丸能强化自身吗？这时门开了，韩栋带头进来，身后跟着江博士。报告，好小子，现在都能做俯卧撑了，身体确定没问题？恭喜你，身体指标完全正常，而且各项强度都有提升。这时我赶了过来，江博士看到我，眼神透出意外。林顾问，你给大刚的药丸还有吗？我想研究他变强的原因。不用在这方向浪费时间，我的药丸没有强化身体的作用。江博士并不生气，反而更肯定。他说要说说他的猜测。他提到怪物身上的奇特能量，拥有智慧，打破了所有理论。这种能量现在就隐藏在我们每个人体内。当人体虚弱时，它就会引发异变。接着，他提出了另一个方向的猜测，关于能量的双向影响。如果身体能承受住能量，它反而会帮助宿主强化，甚至引发进化。我相信了一半，目前只有大刚一个例子，样本太少。不过如果是真的，我回去就得关注苗破兰了。他身体素质顶尖，难道这就是所谓的灵气复苏？蓝星似乎要进入一个新时代了。基地指挥室里，我正在和韩栋说话。江博士踩着高跟鞋去而复返。小江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？我是来找林顾问的，关于大刚服用的那个药丸，不知道还有没有？我点头说有。江会立刻提出他的猜想。如果能仿制药丸，我们或许可以人为控制异变的方向。我心中一动，人为控制异变，这想法很大胆。我从空间取出一颗药丸，递给江慧，并强调它的珍贵。事情办完，我告别韩栋，回到了我的根据地金峰大厦。我立刻叫来骆远，命令他检查并隔离所有体弱或有病症的人。接着，我叫来了苗破兰，询问他身体是否有异常感觉。我正疑惑呢，身体各方面似乎都比以前强了不少。果然，这证实了江博士的猜测。我向他解释了异变与强化的真相。几天后，金峰大厦又有几人成功强化。我打算将数据带给江博士。再次来到基地指挥室，江博士带来了一个银色小箱子。这是仿制药剂，能阻止恶象异变，但效果不是永久的。我正想分享强化数据，韩栋却笑着说他们已经掌握了更多。我走到韩栋身边，看向显示器上的训练视频。视频最后，那名战士一拳挥出，竟形成了一道肉眼可见的锋刃。锋刃在钢铁墙壁上留下了一道清晰的印记。我心中震撼不已。江博士递给我一个箱子，里面是5支药剂成品。如果没有您的药丸，我们也研制不出这种药剂。韩栋也让我收下，说有备无患。我点头接过。韩栋给了我一部卫星电话，希望必要时我能提供帮助。我内心对大夏有归属感，自然不会拒绝。离开基地，回到金峰大厦，刚出房门就听到楼下传来武器声。我心中一紧，担心同伴出事，立刻冲向走廊窗户。我张开黑色羽翼，
从空中俯瞰，却被眼前的景象惊中。大厦外墙上密密麻麻爬满了手臂般粗大的变异水蛭。来不及多想，我担心同伴，立刻飞向传来战斗声的20楼。在20楼，我看到洛远和苗破兰正带人抵御入侵的变异水蛭。洛远、乔欣欣他们呢？我让所有人去检查窗户了，他们应该在某一层。我稍稍放心，转而提醒苗破兰关于元素力量觉醒的事。你们可能会觉醒元素力量，每个人都不一样，多注意。这时，洛远突然喊道：“他发现水温在急剧降低，像冰水一样。”冰！我眉头紧皱，难道水要结冰了，生物才逃离？我确实感到今天气温陡降，难道暴雨后的天灾是极寒？这个念头让我心头一沉，这简直不给人类活路。我们刚清理完水蛭，乔欣欣他们也确认了大楼密闭，短暂的平静被打破。我突然察觉到水下的异动，不会是那些水蛭又来了吧？我让乔欣欣他们先回顶层，然后告诉洛远和老苗准备战斗。一声巨响，大楼震动，地板上炸开了一个巨大的洞口，洞口一片死寂。我立刻意识到危险可能还在水下。话音刚落，一只巨大的黑色生物猛地从洞口冲了出来。这 TM 是个什么玩意儿？怪物的顶端突然张开，喷出大量绿色腐蚀液体。洛远愣住了，我瞬间张开黑色羽翼，将他救出危险区域。别愣着了，干他！我率先冲向怪物，黑色双手剑在其身上划开一道深深的伤口。怪物吃痛，巨大的身躯像石柱般横扫地面。苗破兰惊险躲过，我抓住机会从天而降，将剑深深刺入怪物体内。苗破兰怒吼着，一拳砸在怪物头上，拳头竟爆发出火焰。怪物发出最后的嘶吼，伤口处有细小的火焰在持续燃烧。老苗，看样子你觉醒的元素是火焰。老苗看着自己的拳头，我能感受到他身上那股前所未有的力量。他隐隐对火焰产生了亲切感，觉得自己已不再惧怕它。老苗，愣着干什么呢？是不是觉得自己又行了？苗破兰二话不说，猛然朝虫子头部挥出一拳，轰！这一拳威力爆炸，虫子的口气被轰掉一半。我赞叹道：“老苗这能力可比基地里那个家伙强太多了。”我割下一块样本放入空间，打算带给基地的江博士。第二天，我把样本送到基地，并将金风大厦的意向告知韩栋和江慧。回到金风大厦，裴小雨找上门，说他好像也觉醒了。他把我带到楼下24层，一个叫菲菲的孩子摔伤了胳膊。我表演给你看。他伸出手掌悬在伤口上，不一会儿闪耀出淡淡的绿光。呸一声，我的胳膊不疼了。恭喜你真的觉醒了，还是很珍贵的治愈能力。裴小雨也很高兴，梦想成真，还是本职能力，正合他意。很快消息传开，乔欣欣、陈婷婷等人都很羡慕，也想觉醒。林夏，每次使用能力后都会觉得累，是怎么回事？我猜测到，不管什么能力都需要自身施展，肯定有消耗，而且大家刚觉醒，能力还不强，我推测能力会越来越强的。我也问过苗破兰，确实有类似状况。老天爷关上门，却留了一扇窗。几天过去，环境正按我的猜想变化。接近9月，大厦外的水面已结出薄冰。好消息是，随着时间推移，大家都不同程度的觉醒了能力。洛远觉醒了速度能力，为了验证，他找老苗在楼梯间做了测试，结果令人惊讶。洛远用不到8秒爬完10层，速度是老苗的2倍还快。接着是苏曼，他的能力很特殊，我称之为心灵奴役，不过他目前成功率不高。而乔欣欣的能力是所有人中最特殊的。我能看到空间里存在的万物之灵，类似精灵一样的生物。我一开始是怀疑的，但一次试验后，我真的相信了。我看到他手臂上水波荡漾，本应出现的伤口竟然消失了。看吧，水精灵化作护盾保护了我，我没有骗你吧？他告诉我，万物皆有灵，现在蓝星灵气充盈，精灵苏醒了。你的小精灵挺啰嗦，精灵是男的女的啊？有多大？乔欣欣比划了一下，说精灵很小很可爱，应该是男的。
换女的来，男的不要。乔欣欣笑了起来，说我连精灵的醋都吃，那我们嘿嘿嘿，岂不是被他们看光了？乔欣欣脸色一红，说精灵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思想，那也不行，他们能看光我，我却看不到他们，这不公平。你告诉他们，特殊节目得加钱。我的神奇转折让乔欣欣直笑，他还把意思转告给了身边的精灵。突然，一道水箭凭空出现，射在了我的脸上，我一脸懵逼。这下我彻底相信精灵的存在了。乔欣欣笑得前仰后合，老大，又有新的怪物出现了，你要不要下来看一下？能让洛远特意告知的，肯定不是寻常怪物。我拉上乔欣欣下楼查看，不少人站在大厦窗边看向窗外，远处冰封的楼顶端坐着一头雪白怪兽。精灵说这是远古生物雪彩，很凶猛，喜好玩弄猎物。我点点头。人类有了特殊能力，精灵都出现了，远古怪物有什么稀奇？老大放心，他有异动，我们就灭了他。这东西是群居的，它只是个探子，找到猎物再通知家族。话音未落，远处那头雪钗站了起来，一头更大的雪钗踏冰而来，紧接着首领身后又出现了数头雪钗，站成一排，足足有10头。我把洛远叫来吩咐，能够战斗的人员留下，其他人全部回避。不用猜了，雪菜，这阵势就是要进攻。苗破兰和手下立刻严阵以待。我轻唤一声，来了。远处那10头雪菜以夸张的速度向大厦冲锋。所有人注意，雪菜拥有冰雪元素的能力，务必小心提防。话音刚落，窗外无数细小冰针撞击玻璃，发出叮当声，玻璃出现裂痕。苗破兰身后一人一步踏出，双手按地，一堵土墙拔地而起，挡在众人身前。哗啦，玻璃碎裂，冰针射入扎在土墙上，雪铲也已冲到金风大厦跟前，给我宰了这些畜生！苗破兰大吼一声，越过土墙，直接迎向奔涌而来的雪菜。我大喊让他回来，但已经晚了。冰层太薄，他瞬间掉进了冰冷的水中。雪村已到跟前，发出进攻的号角。最前面的一头猛地跃向窗户。就在此时，冰面下爆起炽热红光，苗破兰裹挟着巨大火球冲天而起，轰然巨响中，雪踹被一拳轰飞。这一拳的威力让我都感到意外。苗队牛逼，兄弟们还等什么？冲！既然他们想打，我当然不会拦着。冰面薄，不，我说它坚实，它就必须坚实。我轻吐一字：冰封。方圆数公里的冰面瞬息变得坚如磐石。去吧，屠了这些畜生！众人跃出窗外，与雪钗战作一团。此时，那头最大的雪钗头领愤怒地冲到了最前方，雪钗头领瞬间冰封了苗破兰的双臂，锋利爪子紧接着横扫向他的上肢。我瞬间消失在原地，出现在老苗身前，黑色长剑横推，挡住了这致命一击。雪头领眼中闪过疑惑，但立刻在我们头顶凝聚出巨大的冰锥。我带着老苗急速后退到墙边，将他丢回大厦，解了冰封再出来继续。留下这句话，我的身影几乎没有停留，再次冲向雪钗头领。莫撒九式还从未施展过，今天就拿着雪钗试剑。第一式9滴墨，枪！一声脆响，我的身影瞬间消失。紧接着9声枪鸣从9个方位响起，9道漆黑如墨的剑光从9个方向同时斩向中央的雪钗头领。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自己的武技。9滴墨，9道黑色利器，光封堵了目标所有躲避方向，威力巨大。然而，雪钗头领竟对我的攻击露出了不屑的神情。他轻轻抖动身躯，瞬间凝聚出全方位无死角的冰罩护盾。9滴墨击中冰盾，冰盾化作粉末飘散，雪菜却毫发无伤。好强的防御！我的攻击竟连他的皮毛都没伤到。雪菜头领的目光锁定了我，周身扬起无数悬停的冰晶。下一秒，冰晶化作可怕风暴袭来，我立刻用黑色羽翼包裹全身。风暴过去，我张开羽翼，地上散落着许多被打落的黑色羽毛。大家伙，你成功惹怒我了！我扇动翅膀，凌空握剑。第二式墨斩天下，我的身影瞬息间逼近雪钗头领。
一道墨色利器光斩碎冰盾，在雪揣肩背留下巨大伤口。雪草岭发出痛苦嚎叫，巨大身躯轰然倒在冰面上，愣着干啥？趁他病要他命，给我上！我没有再去对付小的雪筛，而是默默站在倒下的头领旁边。林夏，雪橇是可驯服的异兽，如果能驯服头领，救他，你的强大战胜了他，这时治疗他，可能让他臣服。我低头看了一眼，如果能驯服他，对战力提升极有帮助。试试吧。我有了决定，蹲下身子，从空间中取出一枚白色药丸。雪橇头领的伤口迅速愈合，他勉强站了起来，但我看他的样子，似乎并没有臣服的意思。乔欣欣猜测他们可能以肉为食，什么肉都行。我立刻取出一大块新鲜猪肉，递到雪钗头领嘴边，他一口吞下。我立刻感觉到一种奇妙的联系，我试着伸出手抚摸他，他竟真的低下头顺从了。他是不是已经被你驯服了？还不把你的大头伸过来，乖乖让女主人摸一摸。雪橇头领真的低头凑到乔欣欣跟前，让他抚摸。我让雪橇头领下令停止战斗，他一声嚎叫，所有雪橇立刻靠拢。苗破兰带人追来，看到雪橇像宠物般趴在我跟前，瞬间呆住。按这些家伙的尺寸，设计一款马鞍出来。雪头领表情不满，仿佛在说：“你居然就想着骑我，不愿意也行，我们还没吃过雪柴肉呢。”雪橇头领哀嚎一声妥协了，但要求有肉吃，我欣然答应。我指着远处的金峰大厦，安排雪柴族群住楼下当免费警卫。乔欣欣笑我一点不浪费，坐骑和看门的都有了，得给他起个名字，就叫冰墩墩吧。雪头领眨巴几下眼睛，微微点头，接受了这个名字。我突然抱住乔欣欣，一跃站在冰墩墩背上。我们准备回家了。15头雪菜在金峰大厦安顿下来，墩墩是首领，还有11个小弟和3头雌性。他们的进驻引起了一些骚动，但好在有老苗管理，大家只是发发牢骚。几天后，我们发现小型异兽的骚扰消失了，大概都被雪揣当成了零食。适合雪揣的鞍具终于做好了，老苗立刻带人开始练习骑术。当然，冰墩墩只对我臣服。老苗挑了最健壮的一头，起名叫冰蛋。墩墩，咱们先试试。我轻轻一跃，坐上墩墩的背，拉了下牵引绳，他便如离弦之箭般冲出。哦吼，这感觉太爽了，速度极快却又平稳。唯一的缺点就是有点冷。兜了一圈回来，我奖励了墩墩一大块肉，然后让老苗他们开始练习叫。我笑了笑，让墩墩教教他的小弟。墩墩一吼，所有雪喘瞬间窜了出去，扑通几声，好几个人被巨大的惯性掀翻在地，只有老苗勉强抓住绳子没掉下来。哈哈哈，老苗，你行不行啊？太阳落山时，大家终于都能顺利骑乘了。老苗厚着脸皮向我要肉喂血。明天我们出去打猎吧，既能获得肉食，也能锻炼战力。我应了下来，这正是我的打算。乔欣欣和陈婷婷也立刻表示要一起去。我可以和精灵沟通，遇到不认识的异兽可以问，我有水系能力，虽然击败伤力弱，但可以帮忙治疗。我笑着点头答应，双手一揽，将两女同时拥入怀里，脸上带着得意的笑容。我们决定明天就骑着雪柴出发，朝着基地的方向去探索这片冰封的世界。清晨，我带着乔欣欣和陈婷婷与苗破兰会合。他们第一次出门，都精心打扮过。准备好后，我抱着他们跃上墩墩的背，墩墩奔跑起来，苗破兰等人紧随其后。不是亲眼所见，谁能相信这里曾是繁华城市？我忽然觉得不对劲，让墩墩停下。我问苗破兰是否记得回去的方向。老大，我记得路。我拍拍脑门，忘了这家伙。于是我们继续前进，但很快我又听到了轰鸣声，像是大型机器运作的声音。我带头朝声音方向疾驰，狂奔几公里后，我止住脚步，眼前一幕让我震惊：一架超级巨大的飞行器正从天空缓缓降落，引起空气震动。所有人都惊呆了。这不是蓝星的产物吧？我猜测，蓝星大鱼可能是外星人搞的鬼。
他们的科技远超我们，或许能操纵天气。谈话间，飞船中飞出一个黑点，速度极快。转眼间，一架小型飞行器来到跟前，舱门打开，走出一个人形生物，黑色头发，黄色皮肤，和大夏人一模一样。我最快反应过来，问他能否听懂大夏语，想要做什么，但他没有回答。那人只是看着我，随后抬手轻轻一挥，我眼神骤变，身后的同伴们消失了。下一刻，乔欣欣、陈婷婷和墩墩也消失了。我茫然四顾，世界正化作吸粉消散，紧接着水流呛入鼻腔，眼前景象猛变，我竟身处深水之中。这是前世，我明白了，先前一切都是假的，都是临死前的幻想，哪有什么重生和卡牌？小说毕竟是小说，重生根本不可能发生啊！意识渐渐远去，一片漆黑中，我缓缓闭上了眼睛。